我还活着吗？夫人，您终于醒了，吓死我了！夫人，我这是穿越了，还穿成一个倾尽所有供丈夫读书、丈夫功成名就后立刻被抛弃的糟糠妻。夫人，就算沈家那个负心汉不要你，你也不能想不开投湖自尽啊！你死了，我怎么办？原主跟父亲在山里打猎时，遇到了落难的沈父，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便让沈白轩娶了苏琪，嫁到沈家10年，为沈家当牛做马，起早贪黑赚钱供养丈夫读书。半月前，沈家收到消息，沈白轩金榜题名，被皇上册封为状元郎。苏琪大喜过望，每天盼着沈白轩回家，等到的却是一封休书。最终，原主万念俱灰，投湖自尽。现在，全府关心我的，也就这个被我捡来的孩子小菊罢了。好啦，阎王不收我，我不会再想不开了。你保证？我保证，骗你是小狗。苏琪，没死就赶紧起来滚出沈家，耽误了轩儿的大好前提，你10条贱命都赔不起。瞧，我就说他命硬着呢，跳个水也不过是演给我们看的苦肉计，就是想赖在我们家不走。这就是沈白轩的大嫂，原主嫁入沈家10年，可怜她孤儿寡母，不时就帮衬一把，衣物房间都是原主打扫的，就连新衣也是先给她。苏琪，不是我沈家无情，但我儿现在贵为状元，皇上赐婚，你总不能让公主上门做妾。签了吧，你我本就不是同路人，这30两银子拿着，回乡也够你找一个庄稼人嫁了。10年付出，换来的就是这般薄情寡义。沈白轩，我苏琪操劳了10年，未有过错，也无失德，你凭什么休我？你不要不识好歹！你想撇清关系可以，但我只接受和离，而且你们沈家需要把这些年欠我的都还回来。胡说八道，休妻就是休妻，怎能和离？再说我们沈家欠你什么东西了？你一介村妇，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讨价还价？我问你了吗？这人什么时候气势这么强了？苏琪，你到底要干什么？这10年，我苏琪为沈家做了什么，你心里没数吗？你读书的每一文钱都是日夜做绣工得来，10年下来至少也有300两。去年冬天婆婆病重，我冒黑爬山给您采药，一病不起卧床整整3月，这救命之恩，我折银500两，不过分吧？我在这家里当牛做马10年，打扫浆洗，伺候婆母嫂子，从未有过半句怨言。这10年工费总该值300两吧？30两，别辱了咱们状元郎的名声。不同意也可以，那就不理。到时候公主进门也得先给我敬茶，叫我一声姐姐。而且公主不知道你已经婚配了吧？苏琪，你已经变得如此恶毒，疯了，真是疯了！只要你们拿钱，我就走。该属于我的，我1分都不会让。你们可以考虑几天，我累了。小菊，送客。看来得想想办法尽快和离。小姐，这些年您赚的钱，不是供大人读书，就是被老夫人拿走了，身上连一件值钱的首饰都没有，得想点法子搞钱了。小菊，你对京都的情况熟悉吗？我跟您才来1个月，还没机会出去逛。那正好，我们出去看看。怎么了，小姐？去看看和离之后，做什么营生可以养活我俩。不愧是京城，果真热闹，人越多，机会就越大。这里生意这么好，我也不知道，平时也没这么多人啊。听说了吗？定远侯府的小侯爷疯了。是啊，老侯爷为国捐躯，尸骨未寒，他不好好守孝，居然还跑到这儿来买砒霜要自杀，真是疯得不轻。今天不太平，明日再来。老头，给我砒霜，我要回家，我要回21世纪，听不懂人话吗？21世纪，是老乡，霍云泽。切。
琪姐，老大，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琪姐，你是不知道我刚醒过来，发现就我一个人穿越，我天都塌了。这女子谁啊？小侯爷怎么叫她姐啊？还见了她跟见了亲娘似的。可能是小侯爷的亲戚。没想到小姐这般深藏不露，竟然认识侯爷。我还有事要办，之后再叙旧。琪，再哭，我现在就走。这熟悉的压迫感，是琪姐没错了。你还有脸哭？打坏人家东西，去赔钱。啊！什么？一个吃软饭的王八蛋，居然敢轻慢琪姐，还妄想你净身出户！我现在就去打断他的腿。坐下，万事谋而后能动，你从来都是个莽夫。要是你直接以新任定远侯的身份找上沈家，明日京都就会因为你我私情，再无我立足之地了。我都忘了这是古代了。别莽撞。行，我都听老大的。对了，老大，咱们都穿越过来了，你说老周、林妹还有豆姐他们会不会也穿过来了？有可能，就是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了。老大，你就放心吧，咱虽是学渣界天花板，但混社会那可是祖师爷级别的，主打一个走到哪儿活到哪儿，浪到哪儿赢到哪儿。到时候咱们5人凑齐，管他什么状元公主，通通给你干翻，有我们在，谁也别想欺负你。沈兄大喜啊！10日后的琼林宴，皇上赐婚后，您便是当朝驸马爷了。才学无双，金榜题名，又得公主垂青，沈兄真是羡煞旁人。日后飞黄腾达，可别忘了咱们这帮兄弟。好说好说，今日高兴，我做东，醉仙楼不醉不亏。好一个又当又立的沈白轩，嘴上嫌弃原主，花起原主的银子倒是心安理得。老大，那人谁啊？我相公。啥？好啊，可算让我逮到机会了。今天不把他骂得倒立吃屎，我就不信货。小侯爷自镇国将军去世后闭门不出，怎会突然出现在这儿？不过这可是个好机会，若能攀上他，日后朝堂上必然顺风顺水。新科状元沈白轩见过小侯爷，不知小侯爷有何指教？哦，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惊才绝艳的沈白轩啊！久仰久仰。没想到小侯爷这般赏识沈兄，沈家日后不得了啊！小侯爷谬赞。不过今日一见，原来只是个吃软饭的凤凰男。小侯爷，沈某不明白你的意思。10年寒窗，你吃穿用度全靠妻子缝补浆洗，如今高中状元，第一件事就是写休书踹掉糟糠妻，转头就想攀龙附凤娶公主。古人云：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状元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古训抛诸脑后，这般不拘小节，深明大义，真是感天动地。这些话不是我以前说的吗？他全都背下来了。10年寒窗无人问，一朝装逼天下知。从今天起，江湖上又多了一个关于我的传说。好一个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没想到小侯爷看着粗豪，竟能说出这么有学识的话，当真是将门虎子。倒是这状元郎满口仁义道德，却是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这种人也配当朝为官？小侯爷怎会知道苏琪的事？这事要是捅出去，我以后就完了。师兄，小侯爷所言可是真的？小侯爷，你我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当众污蔑我？更何况此乃我沈家家事，若你再胡言乱语，我定会上书。那你倒看看，是我的刀快，还是你鞋子快？告辞。七姐，怎么样？全程文明礼貌，句句在理。这些年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谨记在心。我真谢谢你。不过说真的，七姐，那个沈白轩不是什么好东西，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刚才被我怼成那样，愣是忍下来了。这种人最野，指不定憋什么坏水，你得小心。我自然知道他是什么货色。原主为沈家当牛做马10年，他们想让我净身出户，做梦！接下来我会好好搞自己的事业，在这个古代闯出一番天地。不愧是老大，就是潇洒。小侯爷，可算找着您了。宫中传陛下口谕，召您即刻进宫商议边境大事。什么？我知道了，你先下去。老大，你快救救我！原主是个将门之才，可我就是个只知道打拳的，哪里懂什么兵法？待会儿说错话了，别直接把我砍了。36计，走为上策，
干脆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逃之。站住！你现在可是定远侯之子，现在跑了就是抗旨不遵，满门抄斩。那怎么办啊，老大？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别慌，记住这张图以及我接下来的3句话，保证你不仅没事，还能让陛下刮目相看。傅爱卿，你方才说有退敌之策。陛下，臣有一策，只需依计而行，不出3月，北达必退。说来听听。陛下，北达骑兵强在机动，弱在补给，臣以为应坚壁清野，分化诱之。其一，传旨边境30里内粮草水源尽数清空，敌其深入，不攻自疲。其二，遣密使携重礼赴左贤王驻地，放出风声，诱鼓离王已与我朝修好，只需他起疑，两部必生嫌隙，联盟自破。最后，待敌营人心浮动，以小组骑兵佯装粮队，诱入苍狼谷，伏兵封死谷口，滚石火油其下，瓮中捉鳖。一部覆灭，另2部胆寒。届时臣请旨亲率兵马，永绝后患。好一个坚壁清野，分化诱之。傅爱卿，朕有你此般定国安邦之才，实乃我大夏之幸，黎民之福也。陛下圣明。陛下，还有何事？云泽，不知陛下有何吩咐？今日这计策是谁教你的？微臣自己想的。你骗骗别人就算了，我看着你长大，还不知道你吗？可是那先生不让我说，让我保密。不说，我立马就把你拉出去砍了。是微臣前些日子遇到的一个高人，叫什么青莲居士。青莲居士，皇上要是有兴趣，我找个日子带您去见见他。退下吧。不愧是老大，连皇帝要打听他的消息都猜到了。若皇帝问起你是谁想出的主意，你只说是碰巧遇到的高人，叫青莲居士。为什么？有什么靠山比皇帝更靠得住呢？沈家不愿和离，那我就请圣旨，让他们不得不和离。不愧是老大，还是太全面了。来人啊，把这有辱门风的人绑起来！你们凭什么抓我？我亲眼看见你跟一个野男人搂搂抱抱，真不害臊！光天化日之下私会外男，拉拉扯扯，我这次定叫你身败名裂，滚出沈家！苏琪，这10年来我沈家待你不薄，没想到你胆敢在外做出此等不知廉耻的勾当，今日你必须签了这净身出户的文书，滚出沈家！好，大嫂口口声声说我偷人，证据呢？证据？我亲眼所见，还要什么证据？而且同仁堂那么多人也看到了，你胡说！B，主子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来人，给我拖出去掌嘴！放开他！这怎么回事？以前明明胆小如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为何现在他一个眼神，我竟感觉浑身发毛？私通野男人，顶撞长辈，你真是好大的胆子！今天我就替轩儿好好教训你！教训我？大嫂，你还是省省力气吧，待会儿我一不小心伤着你就不好了。不对劲，这不对劲啊！以前的苏琪柔弱得很，何时变得这么厉害了？你还是赶紧滚吧。哦，对了，大嫂有空诬陷我，不如跟婆母解释一番。你每个月借口去理发，实际偷偷去城西柳家找那个柳书生做什么？你什么意思？什么柳书生？柳家柳书生，大媳妇，他说的是真的。婆婆，他在胡扯！我是去庙里给咱沈家祈福，根本不认识什么柳家。那大嫂真是心诚啊，每月初1、15去庙里，进入禅房后啊，2个时辰后，那柳书生都会从后门偷偷出来。畜生！我大儿才走了几年，你竟然就敢私通外男！婆婆，我真是被冤枉的，你这个说清楚啊！我确实是在冤枉你。你说什么？我说那些话都是我编的，我根本没派人跟踪你，柳书生我也不认识。苏琪，你这个疯子，没有证据就在这污蔑我，你想死啊？大嫂刚才说我偷人的时候，不也没证据吗？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就不乐意了？
强词夺理，母亲她强词夺理呀！反了，真是反了天了！来人，给我请家法，打这个不尊长辈、满口谎言的粗人！不许凤小姐！我看谁敢动他！老大，你没事吧？你看我像吃亏的人？你是何人？这可是状元府邸，岂容你这等狂徒放肆！娘，就是这人，昨日在街上跟苏琪搂搂抱抱的野男人，我亲眼所见。好啊，好你个苏琪，污蔑你大嫂不成，如今竟敢引奸夫上门，围攻状元府！来人，把这对奸夫淫妇我拿下，绑了进猪笼！哼，我看谁敢动！我乃新任定远侯霍云泽。定远侯，苏琪啊苏琪，你从哪儿找来的戏子？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就敢冒充定远侯？就是，你以为多找几个人拿着剑就能吓唬住我们？娘，别怕，我儿是当朝状元，他们敢动咱们一根手指头，让轩儿参他们一本，全都下大狱。都别愣着，把这冒充侯爷的狂徒和苏琪那一起绑了，送去官府治罪。杀人了！奸夫在状元府杀人了！来人啊，快来人啊！住手！都给我住手！轩儿，你来的正好，这狂徒冒充定远侯，还打伤了你嫂子，快叫人把他们抓起来！娘，别说了，下官参见定远侯，家母嫂嫂有眼无珠，冒犯侯爷虎威，还请侯爷恕罪。沈状元来的还真是及时啊，再晚一步就该给你娘和你嫂子收尸了。侯爷，府中下人粗鄙无知，冒犯了侯爷虎威，还请侯爷念在他们是妇道人家，不明事理的份上，原谅他们。哼，我霍云泽堂堂定远侯，被两个泼妇指着鼻子骂奸夫，沈白轩，你让本侯怎么宽恕？本侯劝你日后少让他俩出门，免得丢尽朝廷的脸面。侯爷，草民带家眷向侯爷赔罪，无论侯爷要什么补偿，沈家一定。沈白轩，你听好了，苏琪是我霍云泽的姐姐，对她不敬，就是对定远侯府不敬。侯爷息怒，下官知错了。他俩呢？老身有眼无珠，冲撞了侯爷，冲撞了儿媳妇。弟妹，是我错了，你别生气。七姐，走了，这家阿杂味儿太重，待久了折寿。霍云泽，怎么样，姐，我干得不错吧？还行，有进步，至少没像上次在药铺门口那样，一上来就喊打喊杀。当时气不过嘛。不过老大你简直神了，你教我的说辞，皇帝老儿都信了，他对你似乎很感兴趣。知道了。姐，你就这反应？皇帝老儿对你有兴趣啊？他万一派人来查你怎么办？万一觉得你妖言惑众怎么办？你急什么？原身的记忆里，这任皇帝登基后，勤政爱民，推贤举能，大夏朝近10年能有中兴的气象，靠的就是他这份求才若渴的心思。一个爱才的皇帝不会对我怎样。那我接下来要不要主动安排你跟皇帝见一面？不必。啊？那万一皇帝等不及了怎么办？等皇帝自己找上门来，比我们主动送上去，分量重得多。行，反正老大说啥我干啥。那接下来咱们干啥？总不能干等吧？你说的对，我准备会开个火锅店。啥？火锅店？姐，咱刚才不是还在说沈家说皇帝吗？怎么突然就跳到开火锅店了？这脑回路也太……合离之后我总不能坐吃山空吧，总得赚钱养活自己和小菊啊。老大，京都的酒楼基本都是轻易不会转手的，这座酒楼已经是我找遍京都能寻到地段最好、装修尚可的地方了。慌什么？这地方挺好的，就买这儿了。姑娘好眼力，我这酒楼10年前可是京都一绝呀，
只要你诚心想要，连着店内陈设和员工下人一口价3000两。3000两，感觉虽然有点贵，但买下来就能直接开业，应该也不亏了。可1000两，这酒楼我买下。姑娘，你这样咱们还怎么谈呀？老大，是不是杀得太狠了？你人傻钱多别带我。老板，你这酒楼里的桌椅摆设都过了10年，我接手过来根本没办法用，得额外出一遍钱修缮。还有这些员工个个如此涣散，我能不能用还不一定呢。话也不能这么说，我这地段还是不错的嘛，3层的酒楼，视野开阔，京都盛景皆可。您看看正是5间饭室，这酒楼内有几人？地段好也没人进来消费，开一天赔一天。1000两，不卖就算。别，1000两就1000两，我马上签契约。姐，牛啊，直接节省2000两。答应这么快，还是给多了。大哥，站住！儿啊，苏琪这几天日日早出晚归，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你说他该不会是和那个小侯爷？娘，您想多了吧？那小侯爷年纪轻轻，位高权重，又生得气宇轩昂，怎么可能看得上苏琪那种乡野村妇？娘，我担心的是，他仗着小侯爷的事，在外面说咱们沈家的坏话，万一传到皇帝耳朵里，丢了皇家的脸面，那跟公主的赐婚……轩儿，你嫂子说的对，要是苏琪在他面前添油加醋编排咱们沈家，耽误了你跟公主的事儿怎么办？娘，你放心，公主是陛下和皇后心尖上的人，只要我把公主这层关系抓牢了，别说1个霍云泽，就是10个定远侯也动不了我。二弟的意思是，明日我便去求见公主。苏琪那点事，翻不起什么浪花。这海底捞是什么名堂？昨个还没见着。听说是家14卖什么锅子？14有什么稀罕的？京都遍地都是酒楼。这是小侯爷，那张脸，那个身材。前些日子听说小侯爷要在这里开酒楼，我还不信，没想到是真的。他亲自站在门口迎客。今日海底捞酒楼正式开业，头3天全场5折，每日前5位贵客免费用膳。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晕倒了！小侯爷实在太帅了，你看左边那个侍卫，好壮的胳膊，那肌肉比我爹的马夫还结实。大好的男儿穿成这副模样站在街上招揽客人，一个堂堂侯爷来做这种生意，成何体统？人家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又不违什么律法。就是，你爱吃不吃，这些肌肉男还有小侯爷，我们来了！这锅子味儿真足，辣锅刺激鲜香，骨汤醇厚浑然，又阴阳分错暗合，太极之理。酒楼老板定然不是凡人。哪有这么多道理？好吃就完了。下的肉没了，快再给我上菜。原本是想来看肌肉男和小侯爷才来的，可是这海底捞也太香了，好香！琪姐依旧优秀，果然牛。别在这儿杵着了，去再给我多拉点京都的阔少2代，3日之内，我要让海底捞的名声响彻京都。我将永远拥护琪姐，这就去拉那些勋贵子弟过来吃饭。这也算是在京都立足的第一步了。欢迎贵宾，今日酒楼已打烊，劳烦您明日再来。我们不是来吃饭的，叫你们东家出来，我家老爷有事相请。民女参见圣上，吾皇万岁万万岁。这味道倒是新奇，入口辛辣刺激，回味却醇厚绵长，怪不得你那小店今日能引来满城食客。
海底捞讲究的是自给自足，与同席之人共食共乐。锅底翻滚，食材沉浮，吃的是热络，品的是烟火。我倒是好奇，你如何认出朕的？回圣上，能在宵禁时分带着众多仆从随意出门活动，且仆从步伐沉稳，气息内敛，绝非寻常富户家丁。再者，圣上所着这件衣袍，蜀锦打底，偏蚕丝勾勒云纹，针脚细密，绣法精湛，是姑苏织造局独有的双面3翼绣技法。这种绣品每年仅进贡3匹，非皇家不得用。好眼力，不愧是清廉居士，既能替云泽那孩子想出退敌之策，又深谙人间至味之趣。那朕再问你一事，依你之见，如今天下民生关键在何处？来了，这是考测。大夏缘起中原，可如今江南愈富，北境愈疲，加之北达频频扣边，朝中有人提议弃北境之民，迁入江南填补劳力空缺，你如何看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贵为万民之主，怎能言弃民失地？北境贫瘠荒凉，屡遭兵祸，正因如此，才更不可弃。这便是民女浅见。妙极，实在是妙极呀！哈哈，陛下谬赞，民女不过纸上谈兵，真要落地推行，既要陛下统揽全局，也需群臣粒粒同心，万众一致，非一人之力可成。清廉居士身居闹市之中，心怀家国天下，又能谦逊自持，不君不报，实在难能可贵。只可惜是个女子。恕民女冒昧，身为女子，民女并不惋惜。哦，万物抱阴而复阳，天地有乾坤，人间一分阴阳。历来女子贤才层出不穷，从未缺席于史册。民女以先贤为荣，并立誓效仿。女子是与男子一同支撑天穹的脊梁，女子也是半边天。来人，给朕把她抓起来！黄伯伯，你为什么要抓琪姐？一介村妇，能说出北境布防、朝廷格局、商路布局，见了朕面不改色，侃侃而谈。一个从没见过世面的村妇，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圣上莫不是担忧民女这个乡野村妇，把您钦点的状元郎比得太过一无是处？琪姐，这都什么时候了，求个饶好不好？你服个软啊！你倒是嘴硬。苏琪，你就这么自信，朕不会杀你？民女不是自信，是信圣上还不舍得杀一个还算有点用的清廉居士。好，有谋略，有胆识，临危不乱，朕果然没有看错人。苏琪，只要你今后替朕出谋划策，好好教导云泽那孩子，想要什么奖励尽管说，朕都允了。圣上厚爱，云泽视民女为亲姐，民女自然会尽心教导她。都坐吧。谢陛下。至于其他民女，必当竭尽全力。民女只想求圣上一件事。说。民女只求一道和离圣旨。只要一道和离的旨意。是。民女与沈白轩的婚事本就是一纸恩情绑架，如今他高中状元，即将上公主，民女不愿再与他纠缠，只求一纸圣旨，干干净净的了断。沈白轩那个蠢货，那有明珠却弃如敝履，到底是怎么成的状元？等会儿好像是朕亲自点选的。圣旨朕允了，过几日朕会派人到沈家传旨，命沈白轩与你正式和离。你小子给朕好好跟着苏琪学，别整天闲逛，只知道动武当莽夫。再让朕听说你在街上闹事，仔细你的皮。遵命遵命，黄伯伯放心，我肯定好好跟琪姐学。苏琪，朕等着看你说的那些开万世圣朝的那一天。姐，你胆子也太大了，刚才吓得我魂都快飞了。等圣旨到了，我就可以彻底脱离沈家了。白狼，你说什么？退婚？为什么？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苏琪那村妇与定远侯勾结不清，四处张扬我已有妻室之事，小生自己受些委屈倒也无妨，可我怎么忍心
若是公主下嫁一个仍被糟糠痴妻纠缠的状元，日后京中流言蜚语，岂不污了公主清名？白狼何必说这样的话？自从那日金陵池边你舍身救我，我便认定了此生非你不嫁。他不肯，那就别怪我用公主的身份压他。我这就去寻母后，让母后下一道懿旨，直接令苏琪下堂。苏琪，你攀上定远侯又怎样？我有公主在手，你拿什么跟我斗？母后，你要为我做主啊！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找我有何事？母后，孩儿要与沈壮业成婚，您赶紧下道懿旨，让沈家那个村妇下堂，我好风风光光嫁过去当正妻。可沈状元不是已经有妻子了？那村妇粗鄙不堪，连给白狼提鞋都不配，只有本公主这样金枝玉叶的贵人才配得上白狼。此事我与你父皇商量后再做定夺。回去吧，本宫乏了。救命啊！我一个21世纪的医科圣手，怎么就穿成了皇后啊？天天带着10几斤重的发饰装端庄，见人就要端着母仪天下的架子，还有个恋爱脑抽扇贝的公主女儿。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只能天天称病躲在屋里不出门，快憋出蘑菇了！姐姐，你到底在哪儿啊？快来救救我好不好？老大，这也太离谱了！这才开业第2天，门口号牌都被黄牛炒到5两银子一张了。意料之内，别杵在这儿了，去门口盯着，把黄牛赶走。刚开张的招牌，别让那帮人败坏了名声。得嘞，我这就……哎呦喂，疼死我了！来人呐，这酒楼的菜不干净，吃死人了！大伙儿都看看啊，这黑心的店家！我兄弟昨天在这吃完饭，回去就上吐下泻。老周说是吃了不干净的菜，命都差点没了。这海底捞酒楼的菜都别再吃了，全是烂肉臭菜做的，会吃死人的！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兄弟吃了你们的火锅，现在人快不行了，必须赔偿100两，不1000两，还得把店给我关了。不关店我们就不走。让大伙儿都看看你们这黑心店的真面目！你们凭什么？别急，我问你们，你们昨天来吃饭是什么时候来的？坐的几号桌？正午左右，就在大堂里面，就那桌。哦，那都点了什么菜啊？就火锅啊，肉丸、青菜什么的。少废话，反正就是吃了你们家的菜，把人吃坏了。你就说怎么解决吧。耍无赖碰瓷是吧？来，爷跟你们解决！哎呦，定远侯仗势欺人啊！把人吃坏了不说，我们上门讨公道，还被他拳脚相向，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再问最后一次，你们确定没有说谎？我兄弟都成这样了，难道我还会用他的性命撒谎不成？天哪，还有没有王法了啊？定远侯打人了，黑心店害死人了！哎呀呀，这不是二弟妹吗？没想到你出来开店，竟然干这种害人的勾当，把人吃坏了不说，还让小侯爷打人。各位乡亲父老，这我家儿媳，我沈家世代清白，诗礼传家，绝不容忍这样坏心肠的毒妇败坏门风。等我儿回来，我定让他立刻休了这毒妇，沈家丢不起这个人。是不是你们两个搞的鬼，故意找人来害我琪姐？小侯爷，你可是朝廷命官，可不能血口喷人啊！我和婆母只是刚好路过，看到有人受害，热心肠的为受害者做主罢了。你小侯爷可不要以势压人，这店是苏琪开的，又不是你的，在店里吃饭的人吃坏了肚子，还不许大家伙帮忙讨个公道啦。就是小侯爷，您再怎么位高权重，也不能护短护到这种地步吧？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各位乡亲父老，老身本不想家丑外扬，可如今实在忍不下去了。这苏琪每日出去与野男人厮混，前几日还带人闯入家中，欺辱婆母寡嫂，我们都忍了，可没想到他如今还敢开店害人啊！这也太猖狂了，在家里兴风作浪不够，还要出来害人。婆母说的句句属实，可怜我二弟竟被这样的女人拖累。琪姐，你倒是说话呀！诸位别急，我这有样东西想请各位看看。你方才说你昨日在这店里吃了什么？就火锅啊，肉丸和青菜。是吗？还有别的吗？我记不清了。记不清了，没关系，我帮你记。昨日正午31刻，10号桌进客5位，点的是鸳鸯锅、鲜肉10盘、苕粉2份、扯面2份、菜蔬3份，于43刻离店。而你说你兄弟是一个人来的，点的肉丸和青菜，
买通我的人也没说店里点菜还有菜单记账啊。说来也巧，本店虽然小，但开店之前我就特意交代过伙计，每一桌客人点的菜都要留一份样品在厨房，万一哪天出了什么问题，也好有个凭据。10号桌的样品我还好好的冰着，随时可以送去医馆，让郎中仔细验验，到底干不干净。给郎中检查什么？什么老式子样品？根本没听说过。所谓样品，就是我们会在每一桌上菜之前单独留一些菜品密封好，然后保存在地窖冰室中，以便于客人们在本店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查看是否食物中毒，更快的找到解决办法。谁知道你那个样品是不是刚做出来的？这一点你以为我没想到？为了确保真实性，我特地向京兆尹申请了封条，每日由钦差来为海底捞的密封冰窖贴上当日封条。那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上菜的时候用坏食材，密封的时候换一份好的。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也有可能啊，毕竟无奸不商。没错，无奸不商，更何况是这个抛弃夫君、祸害婆家的毒妇。好，那既然如此，我刚刚就已经让人去请郎中来了。还得是老大知道这几人是来找事的，就切中要害，直接让我派人去请郎中。不行，你不能给我兄弟看病，就是说不定又要看出什么毛病呢。我乃京都回春堂的坐诊大夫，不信可去回春堂查验。老先生的医术在京都有口皆碑。云泽，控制住这两人。奇怪，这脉象平稳强健，看着也没什么问题啊。这脸色倒是异常。老先生，听说您针法高超，要不试试扎几针？病情如火，就直接用最大号的针好了。嘿嘿嘿嘿嘿。竟然是装的，看来真的错怪老板了。老板，是我等错怪你了，希望您能原谅我等。今日不过3个小丑来给海底捞增添了一些趣味，也给诸位贵客提供了些许谈资，我还得感谢诸位能为我说话呢。今日全场9折。站住！想去哪？苏琪，你可是对婆母不孝、对周礼不贤的村妇，有什么脸面赖在我沈家？你就不怕佛祖报应吗？喂，老陈婆，怎么不敢惹我，就敢惹我姐是吧？你是不是忘了我之前说过，谁敢惹琪姐，就是惹我定远侯府？小侯爷，你怎么就被苏琪这个粗鄙村妇给迷惑住了呢？别说没用的了，刚刚陷害我的那3个无赖已经被抓住了。你们说那种货色能经得起公府的几次审？哈哈哈哈哈！就那种没骨头的软蛋都不消审问，他们就一股脑全倒出来了。那婆母大嫂，你们说我该如何对待那个幕后指使者呢？当然是直接报官抓起来了，谋害侯爷家眷，诬陷良民，败坏朝廷命官名声，数罪并罚，够他们喝一壶。按照大夏律法，诬陷他人名节，损害良贞贞草属大恶之举，轻则鞭笞20，囚3年，重则刺配流放3000里，永不得归境。我儿是状元，是当朝新科状元。就是，你还想以袭告仆母不成？就不怕天打雷劈？天子犯法尚与庶民同罪，状元家人犯了法就能保全了？再说了，我怎么会告婆母呢？我只是把犯人交给衙门，他们审案，他们抓人，他们定罪，与我何干？我顶多送钦差大人们一壶好茶，聊表敬意罢了。京兆尹府尹，这位老叔别的本事没有，审案倒是一把好手，尤其擅长审那种嘴硬的人。够了，苏琪，老二媳妇儿，这都是一家人，你何必做到这个地步？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而已。母亲，要不先服个软吧？可若是低了这个头，以后在沈家，他还不骑到咱们头上？先糊弄过去再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母亲，弟妹，都是大嫂的不是，大嫂嘴笨不会说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那婆母呢？一个村妇竟敢对本宫未来婆母无礼！苏琪，你可不要得理不饶人。娘，别怕，有我和公主在这儿呢。儿啊，你可算来了。苏琪，你可是沈家的儿媳，竟然如此不恭敬长辈，不尊重妯娌，简直是不孝不贤的妒妇。沈家有此恶毒的女子，还请公主殿下为我们做主。母后乃是天下女子的表率，回沈家，我定然待母后狠狠处罚她。谁叫你坐下的？
母亲都没发话，你还不跪下挨罚？让我跪下？你们是忘了方才在海里捞的事，想去坐牢了？你怎么和母亲说话的？果然是个山野村妇，不知礼教的粗鄙之人。沈状元不也是从山野村中考取功名后才进的京吗？怎么如今当上状元了，就把自己的出身忘了？小侯爷，这是沈府家事，请您自重。怎么，你这状元府，本侯爷还来不得了？小侯爷也看到了，这苏琪对自己婆母嫂嫂如此心狠手辣。我说大婶啊，你们沈家人是不是脑子缺根筋？怎么这颠倒黑白、不论是非的能力这么出众呢？算了，多说一句都在侮辱我的智商。云泽哥哥，你这么讨好苏琪，父皇知道吗？就是他让我这样做的呢。我就爱讨好琪姐，你管得着吗？对了，你上赶着要嫁给有妇之妇，那不就是做妾吗？黄伯伯和姨母知道吗？她一个粗鄙村妇，哪里配得上白狼？白狼可是新科状元，只有本公主才配做他的妻子。行了，公主想要做什么直接说吧，别浪费时间了。本公主不日就要嫁入沈家，成为白狼的妻子。你识相的话，就自己修书一封，降妻为妾。都如今这步田地了，你还要我自降为妾？你不就是贪恋状元府的富贵吗？若是你不愿意，就求白狼给你一纸休书，然后滚出京都，永远不许回来。公主殿下模样出众，身份尊贵，天底下什么样的好儿郎找不着？即便我真被休了，你也算不得原妻，怎么就这么上赶着想当人续席呢？本公主乐意。莫不是公主有隐疾，或者得了什么癔症？你懂什么？白狼是翩翩君子，才学过人，又在金陵池边救下了落水的我。我与他就好比那些话本里写的一样，才子佳人，天造地设。若是错过这段天赐姻缘，我宁愿去死。恋爱脑救不活。你敢讥讽我？来人，给我打死这个村妇！你们公主府的侍卫也都是从京西大营训出来的，难道不知道规矩？擅动定远侯家眷，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你们不敢动，我来！云泽哥哥，你怎么就是不理解我，还一直帮他呢？你可是我的亲堂哥。别，我可没有你这种恋爱脑妹妹，琪姐才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姐姐。我可是父皇母后最疼爱的女儿，只要母后下一道懿旨，苏琪你就必须自弃下堂。怕了吧？我不但要母后的懿旨，还要向父皇求赐婚的圣旨。我能给白狼最尊贵的荣耀与地位。就算不要这些，我也只是单纯心悦于你。白狼你真好，我这就回宫去求父皇母后。圣旨到。是那日陪在圣上身边的内侍，看样子和离正旨来了。太好了，先前我就找过母后说起此事，没想到母后已经说动父皇给咱们赐婚了。绝加恩赐呀！公主真是我沈家的大福星，列祖列宗保佑。看到了吧，苏琪，连圣上都特旨赐婚了，这种荣耀能被你看到，都是你三生有幸。苏琪，念你以前也为沈家做了些微末之事，赶紧老老实实收了休书，滚回乡下，找个杀猪匠老头，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像公主这样的家人，才配站在我身边。姐，让我先揍他们一顿解解气。急什么？你们就这么确认这圣旨是给你们的？这里是沈家，是状元府邸，又是公主求来的赐婚旨意，还能给别人？苏琪，你不会是疯了吧？难道你以为是给你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一个被休的弃妇也配接圣旨？常言说得好，半场开香槟，往往死得更快哦。什么香槟？你不会是极度的疯魔了，开始胡言乱语了吧？我只是让你们别得意太早，都还没宣布圣旨。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世上就有些人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要是用他们的脸皮去做城墙，四方蛮夷早就被灭光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公公，请宣布父皇的旨意。圣上有旨，苏琪接旨。回公主殿下，旨意乃是圣上下达的，咱家只管传达，若有疑问，公主不妨自己去找圣上问问。可是殿下，咱家得提醒您，宣旨的时候您得跪在接旨人身后，不然与礼不合。圣人诏谕，有女苏琪蕙质兰心，才强高雅，特许和离独户，并着令沈家赔付1半家产，充作苏琪私产。谢圣上。苏姑娘，圣上应允你的事完成了，咱家就先告退了。多谢天使，今日仓促没来得及准备。
日后天使到海里捞，可凭磁铁一直享有专属包房，磁铁还未发售。苏琪，你怎么会认识皇帝？若你早说，我们怎会休妻？更不可能让你当妾。早说了，你们这圈苍蝇还不得围着我姐嗡嗡转？以前你们沈家把我姐的血都喝干了，就想丢掉，现在还想干什么？可是父皇怎么会认识一个村妇，还为她下和离特制？这简直就是为她的品行做了担保。我若嫁过来，该如何自处？这旨意都出你面前了，你还不相信？黄伯伯都明着告诉你不让你嫁了，你还在想什么呢？不可能！母后都说要给我准备嫁妆了，绝对不可能不让我嫁给白老。眼下和离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把我应得家产直接折成现银给我，我与你沈家就没关系了。苏琪，若是真应了圣旨和离，我与公主的名声就真的臭了。苏琪，你看这事儿是不是还能再商量商量？不做妾做平妻可好？还有凭什么要分你一半家产？那可都是沈家的。哼，你们想抗旨，抗旨可是要满门抄斩的。这事真的不能。给你，你别后悔。我还以为你沈家多大家业，走琪姐，去侯府看上什么随便拿。白郎，你别生气，只要你是我的驸马，要什么都有。母后定然会给我准备10里长街的嫁妆。傻丫头，我只要你就好。最近酒楼生意真是太火爆了，钱就跟流水一般进账。要不是有宵禁，不能像前世一样全天营业，我们早就成首富了。首富不至于，毕竟还只是单个火锅店。不过与沈家和离之后，确实就没有不顺心的。看来沈家的确克我。老大，这力道可以吧？可以，这段时间做得不错。我今天已经把规划做好了，之后还要把海里捞的生意铺开，而且不光火锅店，有了原始资金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别的生意了。这些我都不懂，不过只要老大说的，我永远是死效忠，指哪儿到哪儿。紫薇舍人门上，周家少多家求见，想与贵店东家谈个合作。周家那可是皇商，天南地北就没有周家不做的生意。其周家家主更是黄伯伯钦点的紫薇舍人，为大夏谋利，堪称大夏钱袋子。豪门首富啊，他们能来谈什么合作？既然来了，问问就知道了。老大，真的是你！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比前世还好吃。真没想到周鲲鹏竟然穿越成首富皇商的少东家。读书的时候，如果不是他的鞭策和指点，我说不定还是那个无法继承家族产业的混蛋儿子呢。什么皇商首富啊！我刚醒过来就是在外地跑商，那些什么丝绸茶叶首饰的售价跟贩卖我懂个屁呀！前世当商业大鳄全靠老大给的方案，一路跑商我都在装病才混过来。没遇到老大之前，我和你一样，看来我才是老大最忠实的小弟，才能第一个遇到他。老大，要不是听到海里捞这个名头，我都找不到你啊！你可不能不管我，我可比霍云泽这个莽蛋聪明多了。好，你聪明，但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刚刚就哭了半个时辰，把你们家管事都吓到了。人家激动嘛。老大，你真的得帮帮我。原主是个商业奇才，但我是纯废物啊。周家那摊子事是真的一点不懂啊。你先把这个规划拿回去挡挡，让周家投钱跟我合作，扩大海里捞规模。之后，你把周家的生意概况整理一下，我逐个帮你梳理写方案。再装我就让你飞起来！你都独天老大这么久了，让我甜甜怎么了？也不知道白檀和君季如何了。这海里捞的名气已经传遍京都，但他二人还是没来相认。说不定是在外地，毕竟我刚穿过来的时候就不在京都。希望他们一切都好吧。怎么还没死？贼老天，怎么就让我一个影后穿成医女了？林医官不愧是御医林家的天才，连给皇后娘娘看诊都如此淡定。但尽职守而已。贼老天，我一个好好的影后穿成什么不好，偏偏是天才医官这种技术工种。苏姐心地善良，才华横溢，像她这样的人做什么肯定都会成功的。我一点药理知识都不懂，只能靠前世演过的医生角色唬人。要是苏姐在就好了，或者阿季在也成啊，她才是医科圣手啊。
前方就是皇后寝宫了，林医官自行进入吧。倒霉倒霉，装了这些日子，还是被叫来给皇后看病，稍有不慎，怕是就要被杀头了。进，都下去吧。本宫的身子怎么样，我自己清楚。可娘娘，您病的都多久没出门了？那是我不想出去吗？不装病怎么稳住人设？绝不能让人给我看病，不然就穿帮了。别劝了，人家不想看病，快让我走啊！本宫说了，本宫不用看病。既然如此，微臣告退。我的头！完了，我又要死了。糖糖，阿基，东家，有一女子自称公主，要东家出去相见。公主，她来找我干嘛？不知公主找我何事？后日便是琼林宴，届时父皇会在宴上给我与白狼赐婚，你可一定要去。公主亲自相邀，我定然要去见识见识。一定要来啊！还有云泽哥哥也一定要来哦。老大，你疯了吧？这明摆着要针对你，这是鸿门宴啊！这可是琼林宴，难道你不好奇？去就去了，他得意炫耀他的，我又不介意。不过确实得防备一下他们作妖。姐，要我怎么做？去找你黄伯伯聊聊这段时间我教你的兵法军策，然后一个不小心把我要去琼林宴的事情原委告诉他就行。苏琪，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个沈家弃妇，居然敢来琼林宴这样的盛会，就连老大媳妇儿都不能跟随，快滚出去，别脏了琼林宴的空气！这不是沈大状元和状元亲娘吗？我记得不是告诫过沈状元，最好不要带着你母亲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人出门吗？这般言行真是倒人胃口，让人恶心。来人，此人擅闯琼林宴，惊扰贵人，快快将他赶出去！你还真是没脑子啊，欺软怕硬的软骨头！小侯爷不要包庇这妇人了，这琼林宴是这种弃妇能来的地方吗？吵吵闹闹都在干嘛呢？公主，你得为老身做主啊！这苏琪擅闯宴会，还想打伤老身。公主，还请为白轩母亲做主。村妇就是村妇，一点规矩不懂，如此扰乱琼林宴秩序，真是好大的胆子！来人，拖下去，杖责！从头到尾，我好像都没说过话吧？就是，沈家这两人一直叽叽喳喳的挑衅，在场的人都看到了。公主前日亲自给我送的请帖，那我便是琼林宴的客人。公主是要赶客吗？不行，你必须给白狼与伯母道歉。又不是我招惹的是非，我道歉什么？我让你道歉你就道歉，不然我就把你赶出去。自己给我送了请帖，又在这儿作妖。公主这么喜欢自己打自己的脸吗？来人，把这村妇押着，让她跪在白狼面前道歉。谁敢动？皇后驾到！苏琪，你就等死吧！母后最是疼爱我这个女儿，待会儿我一定要狠狠责罚你。蠢货！母后，你可来了！有人欺负女儿！母后，你发什么呆啊？快帮女儿教训这个村妇，一定要打她80大板才行。确实得好好教训一下才行，真是反了天了。听到没，苏琪，你……母后，你打我！闭嘴，放尊重些，这是你大姨。母后，你打我！你为了一个乡野村妇打我！本宫再说一遍，放尊重些，这是你大姨。皇后娘娘容禀，公主殿下素来心直口快，她今日所为，实是看不惯苏琪恣意妄为，扰乱宴席之举。娘娘圣明，万不可被此女蒙蔽。皇后娘娘明鉴啊！这个毒妇在沈家就作威作福，搓磨婆母，欺辱仇丽，如今攀上高枝就逼我们和离。老身这把年纪，真是活生生要被她气死啊！当着本宫的面就敢颠倒黑白，胡言乱语，你们当本宫是聋子还是瞎子？来人，把这一家子都给本宫扔出去！皇后娘娘，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应该把那个奸妇扔出去啊！你怎么能把我们扔出去？状元，新科进士德行有亏者，可撤夺功名，永不续用。你不走的话，我可就要找皇上好好聊聊沈状元的德性了。都愣着做什么？本宫的话不管用了。母后，你不能这么做。差不多就行了。你现在是皇后，在琼林宴上如此行事，落在朝臣眼里便是后宫干政，以权压人。罢了，
既然琪姐替你们说话，今日便饶你们一回，别让我再看到你。琪姐，你都不知道我多惨，天天顶着10几斤重的风端庄，连门都不敢出，就怕露馅儿。你怎么才来救我啊？我知道了，妖法，一定是妖法！我说表妹，你一天到晚能不能消停会儿？来人，把这个用妖法蛊惑母后的村妇给我押入天牢！我要面见父皇，亲自将他凌迟处死！要把谁凌迟处死啊？父皇，你可要为女儿做主啊！圣上切勿责怪公主，都怪微臣没能处理好我那下堂的弃妇。父皇，那村妇不仅羞辱白狼家人，还用妖法蛊惑母后，你可一定要……住嘴！事情我都知道了，把公主扶下去休息。不，我不走，我还没让那村妇付出代价呢。圣上，公主朕让你起来了吗？臣不知犯了什么罪，但还请圣上息怒。哼，你是说朕冤枉你了？白狼不是那个意思。沈状元，你以有妻之身与我儿结交，又为了娶公主休妻，最后还是朕下的合理旨意，你可知这是什么罪责？欺君之罪。父皇，白狼是有苦衷的，您根本不了解他。他为了女儿忍受骂名，我绝不能负他。若是此生不嫁白狼，女儿情愿去死。罢了罢了，朕不追究他便是，但赐婚一事就暂且作罢。苏琪，今日之耻，我定要让你100倍奉还。谁人不知沈状元文才过人，可有良词佳作，让我等见识一番。白轩所作不过毒鸦练字，不值一提。哎，今日金明琼林宴，正是以文会友的文经盛世，何不作诗一首？以沈状元之才，说不得能平时让此宴再史册。今日遭了苏琪那贱人的道，害得圣上对我不喜，但我才华横溢，想必定能让圣上对我转变态度。既如此，那白轩就献丑了。圣上准奏，众人若有良作，皆可递呈比试。比试都是给本状元垫脚的货色。钟鸣鼎食何复原，琼楼玉舞堪摘星。一朝折桂登堂前，半点文曲照白轩。此乃我被圣上点用状元之后的一些拙思汇聚成作，抛砖引玉，还请各位大人同僚点评一二。沈状元此作暗合自己受文曲下凡点化之意，实在华丽。各中攀高折峻的壮志豪情实在激昂，有沈状元此作，实乃文脉之幸啊！这崽子这么显眼，快让琪姐出手收拾他呀！老大现在就想着搂席，计划怎么抢宫里厨子的生意。不行，你上。我个学医的理科生，语文及格就不错了。琪姐压着我们背的诗早忘了，你上，不能让这煞得意。云泽这孩子也要作诗，他能看懂兵书都是祖宗先帝显灵了。莽夫的名号这么顽固的吗？连琪姐都救不了。我的脑子里怎么一句诗也没有？那首古今七言之首是什么来着？一去2、3里，烟村4、5家，亭台6、7座，8、9、10枝花。霍侯竟然真的会作诗，只是虽然稚嫩了些，但也是首朗朗上口的格式诗了。让他跟着苏琪学，果然没错。这诗倒还真是有几分童趣，虽然没什么哲理深意，但用作稚儿启蒙，绝对绰绰有余啊！哈哈哈哈！还是沈状元所作，更佳呀！霍侯也尽力了，毕竟以沈状元之才，今日恐怕也无人诗作能超过他了。我不行，但我老大行啊！这妇人听说就是个乡野粗人，哪会作诗写词？小侯爷怕是吃醉了酒，快收声吧！放屁！我老大随随便便一哗啦的诗词，就能打这个绣花头条一条街。莽夫，皇后叫姐的炸裂度就已经够高了，现在还凑什么热闹？风头太过可不是什么好事，还是拒绝吧。既然霍小侯爷大力保举，苏琪，你就去做首诗词吧。狗皇帝，故意的是吧？就想坑我一把。这村妇有什么才能？不过是侥幸开个酒楼赚了些丧良心的钱，还想像我儿这般写诗作词，那不是人人都是状元了？撒胆！何人在御前无礼？家母不知礼数，还请圣上息怒。不过家母所言句句属实，这妇人乃是一介乡野粗鄙，
又钻营低贱的商贾之道，实在臭不可闻，怎会诗词雅道？草民也是觉得他做的傲出来的诗词只会玷污圣上耳目，这才焦急无礼。比其娘之！再胡咧咧，信不信我把你俩全丢进金明池里？臭丘霸，侯爷真是被这村妇迷惑了。不如臣与侯爷打个赌如何？若是今日他能做出一首诗词，此后我便罢笔不写，退出文坛。可若是他做不出，臣也大了，只要他交出手上的生意就行。海里捞酒楼日进河津，分店开满京都，你三言两语就想要过去。侯爷若是不敢，就当臣没说过。不过这苏琪必须向我跪下认错，以谢天下文人。好，本侯跟你赌，你若赢了，我定远侯府的东西任你挑选。如此雅致，本宫也来添个彩头，就用这只本宫加封皇后时的钗环，赌琪姐苏琪能赢。不知沈状元可有同等的彩头啊？别拿什么退出文坛这种芝麻大小的事儿来败坏兴景了。我在乎，母后，我要用上驸马之后的公主府做主，赌白狼能胜。谢皇后娘娘恩宠，不过只是件小事，就不要惊动娘娘与公主的私产。沈状元也没什么好东西，若我胜他，跪下认输就行。苏琪，只要你让那个臭丘巴丢了脸，看他还会不会袒护。再待你没生意，看我如何炮制你。这么快，莫不是写的？你真的很聒噪。诗词雅道无不是苦思冥想，你这种粗鄙之人怎么能懂？此作太妙了！昔日放荡不足夸，今朝放荡思县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没有华丽的词藻，字字朴素，但却如此动人，文脉相通啊！个中豪情壮志，让老夫也想起年轻时高中的志得意满。怎么可能？这个低贱的村妇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文采？怎么样？我就说我老大随随便便吊打他吧，这绝对不可能，定是他提前找人代笔准备好的。大胆！这可是要呈给圣上御试的。臣不服，还请圣上指定题目，他肯定做不出来。状元郎不服，苏琪，你待如何啊？既然如此，那民女接下便是。哈哈哈哈！好，那就以此桃花为题，你二人再比一次。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作在，桃花依旧笑春风。以花喻人，借景抒情，桃花春风如此乐景，却又透着淡淡哀愁，个中意境实在妙啊！就连这书法，瘦硬挺拔，锋芒毕露，这等字体从未见过啊！宋徽宗的瘦金体，你就慢慢学吧。哟，沈状元这是写天书呢，怎么一个字都憋不出来？我还在思考。要不小爷送你一句：仔细山中郎，得志便猖狂。黄伯伯，看来沈状元这是认输了。哼，那就请沈状元履行赌约吧，给我老大跪下认输。这诗是苏琪偷的，这诗是我儿在家中所作，恰好被他瞥见偷了去。他一介农妇，怎么可能有诗中心境？就是偷了我儿无意间写的诗词。我儿可是状元，是文曲星下凡，他才配有这般才华。哪来这么大的脸呢？你儿子这鸟样子，就别糟蹋文曲星了。空口白牙就说琪姐抄袭，难不成除了沈状元，这天下就没人能作诗不成？白狼就是文才过人，才被父皇点为状元，这泼妇凭什么？难道就因为会点妖术，蛊惑人心，就可以颠倒黑白了吗？公主明鉴，我儿素来端方正直，刚才是不想驳了皇后娘娘与霍侯爷的脸面，才默不作声。但我这做母亲的实在忍不住了。狗皇帝，故意的是吧？别的不说，怎么朕的皇后与侄子都这么听苏琪的话？我也觉得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样的意境，不像一个妇人能有的。是极，这明显就是中了功名的世子才能有的意气风发，想必真是这妇人偷了沈状元的诗词。
听到了吧？公道自在人心。难道各位大臣也觉得这妇人能有如此宽广的心境吗？桃花为题的这首诗也的确透着一股历经世事变迁的意味，的确不像青春正好的人所作。可他这书法运笔迅捷灵动，质瘦而不失丰润，那也只能说明他特意练了个罕见的字体，想掩人耳目，险些让白狼佳作被这贼妇偷走了。苏琪肯定没法证明，我只需默不作声，有公主和母亲为我冲锋，这诗名就是我的了。苏琪，众人皆有疑虑，你就不想说什么吗？神母护犊情深，公主金口玉言，民女没什么好说的。若偷师假价，你大可证明，朕会为你主持公道。圣上怎么如此信重苏琪？若是他真能证明，此事不假，这诗就是我偷的。还请圣上明鉴，狠狠处罚这贼妇偷师盗名，欺君罔上，还我儿一个清白。口才倒是有进步，民女确实偷诗。你也太嚣张了！急什么？我不光偷了这2首，还有其他的。因为思念，我偷了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还想勾引白狼？因为想到抗击北鞑的将士，我便偷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年轻有力北疆时，正是如此的恢宏风光。大夏将士雄踞城关，抵抗蛮夷，才有万家灯火。因为怜惜天下农人的操劳，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还偷了足蒸暑土气，背着炎通光，历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3言2语就勾画出来农人在田间的辛苦劳作的景象，还有农人的心中所想也加以描述，这才是真正的悯农啊！继续啊，怎么不继续念了？是啊，听着都像是半句诗词，虽然精妙，但没有后半部分，实在让人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啊！诸位大人莫慌，神母与公主不是信旦旦旦说我是偷的沈状元的诗吗？不如就让沈状元补充完吧。接就接，白狼，你快说出后面的诗词，让他心服口服。公主，对了，好心提醒一下，第1首词后面有3句，但第3首之后就是下一绝哦。沈状元，你快说啊！你可是状元，让这村妇见识见识。白狼，你不必因为母后不敢说，有父皇和我在，一定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我说个屁呀！苏琪，你这招也太狠了。沈清，怎么默不作声？快接上之后的诗词啊！圣上，臣一时忘记了。这沈状元接不出来，还请苏夫人为我等解默。老夫已年迈，临去前就想知道这诗后续如何，要是能用那个字体来写就更好了。第1首，此情无计可秋熟，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第2首，羌笛何必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第3首，白狼，你怎么不知道怎么接啊？这些诗词根本不是沈大状元所作，他当然不知道。沈状元少年得志，虽高中状元，但为官之道品格更重啊！没想到沈白轩竟是如此气势冒名，还比不过一妇人。白狼他定是有苦衷的，是我会错了意，与白狼无关。行了，扶公主下去休息，还有沈家这2人也都给朕带出去。赌斗是苏琪胜了，虽然你不要皇后与公主的彩头，但朕是不会亏了你的。朕破格提拔你为大夏皇室宗学的博士，可教导皇子如何？甚好啊！以苏夫人的才华，就连霍侯都能带出来，教导皇子完全绰绰有余啊！虽只是一妇人，但凭借今日的诗词，她的确够资格。谢圣上恩典，但请恕民女不从命。为何？难道朕对你还不够礼遇吗？宗学博士可是天下读书人难得的顶峰，更何况朕还让你教导皇子。琪姐肯定有自己的理由，圣上别对她动怒。黄伯伯，你别急嘛，琪姐不想去，就别让她去了呗。都住嘴！苏琪，
你今日必须给朕一个交代。民女不从，是因为这些诗句的确是抄来的。这怎么可能？能写出这样的诗词，怎会是籍籍无名之徒？我等怎会不知？若是真有原作，老夫就把这诗词都吃了。你想要人家的书法就直说。老大人勿怪，此乃受经体，连同这些诗词都是我偶然获得的一本诗词集上所抄述的。你莫不是特意消遣我等？即便才华过人，但也不能这般借口搪塞呀。就是，在场之人皆是饱学之士，经世雪中诗典典籍无不精通，怎么会有这么多良诗佳词埋没至今？让你带的书册拿出来，请圣上预览。民女与紫薇诗人周家有行商往来，意外得到了这本诗词许集，看着字体曼妙，就读了读，发现其中诗词无不精妙绝伦。这不是知道要来琼林宴之后老大才默写出来的吗？原来老大早就料到会派上用场了。民女粗陋，但觉得这份文化瑰宝不应继续埋没，本就想献于圣上，让天下人都可以领略其中风采。甚好，苏琪，你有这份格局，朕心甚慰。说吧，这次想要什么赏赐？民女不过识人牙色，但也深谢圣上恩典，还望圣上能为民女的酒楼题写一副牌匾，沾沾皇室气度。好，朕允了。海里捞有了皇帝手书牌匾，想必也就没人再敢惹事。有这份诗词作集，也在文人眼里镀了层金冰，总算是安稳些了。拜见娘娘。免礼，都出去吧，别让其他人进来。急什么？我都差点没赶上趟。黄婶婶，怎么了，君谢？可是在宫里受欺负了，快和琪姐说，姐帮你。琪姐，我都想死你了，你怎么才找到我？君记，别哭了，你先起来好好说。我不，人家好不容易找到琪姐，打死我也不放手。行了行了，你这样搞的，我也想哭了。你都跟我快1个月了，你哭什么？什么？霍云泽，你独占琪姐1个多月了？其实还有周鲲鹏，就是刚刚琪姐说的那个首富周家的少东家，不过我比他早被琪姐找到。还有周鲲鹏，现在不是也找到你了吗？对了，糖糖也在皇宫，我已经遣人叫他过来了。琪姐，你终于来了！你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呀？是啊，我跟医生串成了皇后，只能天天躲在屋里称病；我跟影后串成了女一，只能靠演技装高深。要不是遇到君小姐替我打掩护，我早杀青了。这么说，你俩身份穿错位了？瞧瞧你俩这没出息的样，多给老大丢脸啊！他们俩好歹知道把人支开哭，你和周鲲鹏当着别人的面就闹，尤其是你，当街就哭啊！咦，就这还好意思说我？不愧是定远侯啊！算起来，你现在还得叫我一声姑母。你很得意吗？中年老女人。别说这些啦，现在我们都聚在一起，多好啊！若不是遇到糖糖，把她带在身边教我假扮皇后，不然我早就没了。云泽定远侯有军权，昆仆是皇上手有财权，我和君介在宫中掌控大内。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琪姐。这下京都内外还不都是咱们的天下？呼风唤雨，指日可待。你们在想什么呢？这是古代封建王朝，红楼里的4大家族忘了？皇帝就算再圣明，但若如你们所说，那就是冒犯皇权，只有死路一条。都收敛些，我只想立稳脚跟，和你们好好过日子，享受生活。都听琪姐的。谁敢来打扰琪姐的安稳生活，我就让她飞起来。启禀娘娘，公主求见。娘娘恕罪，奴婢实在拦不住公主。与这些宫女无关，是我自己要闯进来的。母后，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你们下去吧。云泽哥哥就算了，这村妇怎么会在这儿？没教养，这是你大姨和小姨。小姨，侄女乖啊，要听你母后的话哦。哦，好的。等会你谁啊？母后，你怎么又给我搞出个小姨来？之前就想让你认亲的，一直没找到机会。你小姨可是太医院的院正。别闹了，你来干嘛？与你何干？母后，我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村妇打我？闭嘴！再对你大姨不礼貌，小心我还打你。她本来就配不上白狼嘛，她刚刚和我解释清楚了。得，刚在宴会上被当枪使完，转头又轻信渣男了。和小姨说说，你咋就这么喜欢你那个白狼？我是说给母后听的哈，还是个傲娇设定。前段时间我与东府小姐们在金明池边踏青游玩，
放纸鸢时太专注，不慎落水。一听就是事故频发地。白狼路过不知我身，但依然奋勇将我救起，事后还为我披上衣裳，不图回报。停！你是说沈白轩初春跳进金明池里去救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你一定是羡慕极了吧？白狼与我的际遇，就是画本子里翩翩状元郎与千金公主之间的三世情缘。每想到这里，都无比感谢那日我答应去踏青游玩。沈白轩又怕水又怕冷的，怎么会好心去救你？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挑拨离间？这种事我何必诓你？我都与他和离了。那你就是见不得我能和白狼好，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心肠恶毒。嘿，你这娃子还教不听了，再对你大意不敬。母后，难道你就不希望我和白狼好好的吗？关键是……先停下，我问你几个问题先。沈白轩当日救下你之后，是不是目不斜视、端庄有礼，但却第一时间告诉你他的来历？在下新科状元沈白轩，姑娘你没事吧？对啊，我从未见过白狼这般心地纯善的男子。就这？何止，白狼还为我写情诗，我生病他亲自熬煮白粥喂我喝，也总是关心我是不是在皇宫里不开心。这么廉价的手段就让你五迷三道的？白狼还说今生非我不可，就算我不是公主，他也要与我双宿双飞。总之，白狼就是这世上最好的男人，不能与白狼厮守，我情愿去死。怎么这恋爱脑的体质穿越了还有遗传的？确实，这场面可太熟悉了。不是你们都看我干嘛？他恋爱脑又和我没关系。母后你说什么呢？我可是你亲女儿。你和君正肯定是亲母女，这恋爱脑长的位置都一模一样。你们还记得君介以前恋爱脑的模样吗？亲眼目睹渣男出轨，结果人家一个电话解释一句她只是我的妹妹就原谅了。有这么夸张吗？他们说的还算好了，你之前只有给渣男转账才能说话聊天，腊月天排队一晚上给渣男买早餐，舔了这么久，结果人家转头就有女朋友了，哭了一晚上。我们终于以为你醒悟了，结果第二天渣男给你发了条消息，你就问渣男女友喜欢什么口味，要给他一起买早餐。我以前真的这么蠢吗？有，我宁愿竞选总统也不愿再教你一遍了。所以你女儿的恋爱脑问题，你最好自己解决。唉，也是原主宠出来的，这债得还。母后，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放弃白狼的。女儿啊，你来，母后跟你说道说道。女儿啊，你是大夏唯一的公主，这天下大部分男子若是想平步青云，必然会千方百计的讨好你成为驸马。在你眼里的沈白轩就像这个果子，看着外面觉得千好万好，可内里是什么样子你完全不了解。是啊，就他做的那些事儿，你贵为公主，有大把的人愿意为你做。他和别人不一样，我已经非常了解白狼了，他就是有如诛仙般高雅的品格，我这样的凡人能与他有份姻缘，就是前世福分。我问你，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是啊，平日白狼与我谈论经史籍籍，我都一窍不通，那些世家贵女与他倒是能聊到一块儿去。什么？他还和别的女子有往来？只是诗词雅会，白狼每次都会带我去的。他带你？你连黄伯伯的御书房都能进，哪个诗词雅会还需要个绣花枕头带你去？我不过是个公主而已，他可是白狼啊！明知你不善经学，他何不邀你去出游兔青？我记得京都中都盛传你的马球精湛不亚男子。白狼与我说，女子需要典雅端庄，打马球太粗俗。放屁！京都内外哪家小姐会因打马球被人嘲笑？他就是贬低你的长处，这难道是在乎你？不可能！你之前说白狼怕水啊，但他还舍命来救我，这就证明他爱我已经爱到克服了恐惧。这点你倒是圆上了。你们就是要阻拦我与白狼，我是不会相信你们的。接下来怎么办？继续劝吗？现在我们怎么劝他都是没用的。要想沈家完全失去公主这个助力，得长线布局了。根据君谢的经验，可得出要根治恋爱脑，只能引导公主自己去发现沈白轩的真实模样。所以你是皇后，有资格管着公主的资产和侍卫，看紧她，先别让她为沈家再出钱出力，这没问题。云泽，鲲鹏被我安排了其他事，你继续监视沈家动向。沈白轩在琼林宴里子面子全丢光了，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得令。那我呢？糖糖，你多看医术，熟悉药理，别暴露。不要啊，我不想看书。皇后寝宫何故如此吵吵闹闹啊？皇后寝宫何故如此吵吵闹闹啊？是我叫他们入宫的，要罚就罚我，
梓潼，朕为何要罚你？梓潼？谁啊？是在哪认识的野女人吧？姑奶奶，梓潼是皇帝对皇后的爱称，不是哪个人。那直接叫我名字就行了吗？圣上恕罪，娘娘心思单纯，一时没……行了，你也不必为你梓潼找借口了。后宫诸事向来由他做主，在自己宫里玩闹而已。只是朕着实好奇，你是怎么与梓潼如此亲厚？梓潼，说说。琪姐她，云泽与娘娘是亲姑侄，素来纯孝，自然也会跟娘娘说起自己的情况。没错，云泽近来大有长进，作为长辈，我特别感谢琪姐，与她一见如故，所以看着就比较相熟了。你叫她姐？都是民女僭越。黄伯伯，都是因为姑母怕我犯浑不听管教。没错，都怪这小子太混了，要是不给琪姐长辈，怎么能把他管住啊？算了，日后这样的称呼别在琼林宴这样的大会上叫就行。还有他，若是梓潼你真想以医者林家的盛世明面结拜，也不会丢了身份。琪姐也不会啊，她这么厉害。可现在他仍旧只是个河狸的草民独户。圣上说的是，民女日后一定不会再僭越了。不过朕能再给你个机会，不止宗学博士、县主，甚至郡主，朕也可以封给你。民女本就是圣上的人，只要圣上需要，民女莫有不从。你倒是聪明，挑些好听的话来哄朕。我如今只想赚点钱，就在京都过点安稳日子。圣上若有相召，即刻就到。哈哈哈，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海底捞朕很喜欢，朕的内侍也会常去。你的要求，朕允了。琪姐，要不然我们还是离开京都吧。别说胡话，皇帝既然允诺我只在背后效力，已经是极大的让步了。但我也有了直达天听的渠道，我们双方的目的都达成了。这是啥意思啊？琪姐，趁着宫门还没落秒，我找人送你出去吧。也好，之后我们再找机会见面。慢着，琪姐，你把糖糖带走吧。也是，这皇宫里到处都是规矩，我还是亲自送琪姐出宫。不，我的意思是，你跟着琪姐出宫。为什么？我要是走了，你怎么办？我早就学会怎么假扮皇后了，有你在，只会碍事。在宫里这么无聊，能出去就出去吧。老大，他俩不会闹掰了打起来吧？你和鲲鹏谈恋爱，他俩都不会闹掰。君旭，你对我也太好了。太医院那边我看着，你赶紧走，别妨碍我了。爱死你了，快让我亲一个。走开啊！这就是女人之间的友谊吗？哇塞，蟹粉小笼、烫干丝还有五丁粥，好久没吃过了。醒啦？昨晚睡得怎么样？昨晚是我来到这世界睡得最安稳的一觉了。之前虽然有军纪，但在皇宫里面怎么都不踏实，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不必担忧，后宫里没有太后，只有几个太妃。君既是皇后，就是后宫一把手，不会有事的。我只是遗憾他不能吃到这些好吃的了。放心吧，我叫云泽进宫送餐去了。那就好，我们都好久没吃到这些老家的味道了。中午我还要吃火锅。老大，皇帝提的牌匾做好了，我正好从皇宫带回来了。这匾有多重你知道吗？原本内灶间都安排好人送了，你非得拉着我搬，不让坐马车，愣抬着在京都城里绕了7、8圈。我这不也是想着给酒楼做个宣传吗？真好啊，大家都有事做。你以为你能闲着？海底捞有了皇帝题写的牌匾，基本安稳，所以我打算扩张其他生意。这本画册是周家商会所收录的所有大夏服装样式。这是要我？前世你不总嫌弃古装戏的服化道拉胯吗？现在机会来了，就让你亲自设计新颖但符合这个时代的服装。下一步，进军服装界。舒坦，别院装修好，总算不用住在酒楼里了。孩子们都各忙各的，这才是我想要的人生啊。小姐，你想要的人生就是在院子里看账本啊，这多累脑子。这点东西有什么累的？你也得学着看，以后还得帮我管着家里的琐事呢。沈状元私闯别人家的内宅，是担忧御史台的大人们业绩不足吗？你这是哪儿的话？我们不是一家人吗？莫不是沈状元忘了，
我已与你们沈家合离独户了。阿奇，我错了，你就原谅我吧。都是那公主跋扈，用强权压迫我必须要娶她，不然我怎么舍得抛弃结发原妻啊？圣人曰：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我就知道你能理解我的，你就回到我身边吧。沈白轩，你真是令人作呕！曾经无休止的利用我的付出，中状元之后就勾搭公主想再借势，你还真是善假于物啊！真的是那公主苦苦相逼，我才不得同意的。别装了，不就是帝后管着公主，你连见都见不到她，也更拿不到公主给的好处。而且自琼林宴之后，你在朝廷同僚中也被冷落了吧？这你是怎么知道的？现在看我又发达了，就想来吃回头草？不可能。阿奇，经历过这么多，我才知只有你才是我的天赐良缘。若没有你，我便如同失去了半身魂魄，寸步难行。我最爱的只有你啊！果然，女人就是这样，只要我说两句好话，她们就都心动，然后成为我光明前程的柴鸡了。把他给我丢出去！你说什么？我可是主动来找你认错了，你还要怎么样？小姐说了，要把你丢出去。你们谁敢？我是状元。这些都是定远侯府的侍卫，你说他们敢不敢？阿奇，若是你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了。阿奇，你我结发夫妻多年，别因为一些小矛盾就弃家出走啊！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错，你就跟我回家吧。姑娘，你相公都当众跪下苦苦相求了，还能有什么不顺心的呀？赶紧回家去好好过日子吧。听大娘一句劝，你还年轻，因为一点小事就闹脾气，也太善妒了。你看你相公端的是个翩翩公子，他既然认错了，就原谅他。区区一女子，怎么抵得过流言蜚语？若是不原谅，我便在这儿长跪不起。姑娘，你何必如此薄情寡义呢？你相公真要跪死在这里了。他愿意跪就跪着吧。儿啊，你不必为了我来求这妇人，她在家中不孝婆母，不敬妯娌，我们一家向来忍让，可她却为评评理啊！这妇人勾搭上权贵，再遭我二弟后又以强权逼迫，捐走我家半数财产。如今老母病重，她连一副药钱都不舍得给啊！实在太过分了！这天子脚下竟有如此恶毒的人，到底是谁有这么大能力，还有没有法理了？怎么？光天化日就在这强抢民宅？这位大娘，本侯就是他们口中说的那个权贵，不过分走他们半数家产的，可是圣上下的明旨。各位，面前这人可不是一般身份，沈白轩，新科状元。不仅如此，他还得了公主青睐，一直闹着休妻再娶呢。若是沈状元担忧还有人不知道内情，我可以让周家商会的茶楼管司都替你好好宣扬一下。新科状元为娶公主，意图休妻，结果妻子争气，被圣上看中，下旨和离，许诺独户。这话题度，沈状元你会火哦。原来是状元郎要停妻再娶啊！被圣上下旨和离，还有脸来闹？没想到真相是这样的，错怪好人了。这状元真是恶心！我要去京兆尹举报他诓骗民众。要不是公主被禁足，我在朝中也步步受制，怎么可能低三下四的去求他？苏琪，你等着，我定要让你后悔今日。老大，你没事吧？能有什么事？你们不都解决了吗？我就说不用担心吧，这种烂人不可能影响琪姐分毫。哼，人家只是心疼姐姐了。老大，他心疼你，你疼疼我呗。嘿，我看你这狐媚劲儿又犯了。停！我好不容易清闲会儿，你俩别吵啊。你有什么事儿，直说。你让我安排的出海船队回来了。光是香料一项就赚麻了，我还按照你的方法调整了周家商会的架构。说重点。老周对我很满意，还知道是因为我找了个好老师，所以想请你吃个饭。老大，你愿意不？紫薇舍人周公啊，可以，我去。说鲲鹏的这个老师到底是何方神圣啊？那人我应当是见过的，少爷对他很信重。周家已然富贵无极，但鲲鹏在他的指点下表现得这么好，
定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啊！爸，我老大来了。见过前辈，不知什么？这位在下苏琪，见过舍人。你一个女子还这么年轻，我刚刚就想说来着。爸，你有礼貌些，这可是我老大。是我失礼了，请坐。姑娘，鲲鹏近日就是得了你的教导？一些指点而已。我的孩子我清楚，不过中人之资，但这段时间的表现已有我的3分风怀了。不带这么吹捧自己的啊！舍人妙赞了。若鲲鹏能有你3分，周家百年安定无虞。你这是何意？舍人官职虽然只是正五品上，但职责权柄堪比宰相，又掌控周家商会，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呵呵，表面光鲜罢了。若你是为着这些接近坤儿，大可不必费心了。舍人真让我佩服的是能激流勇退，不眷恋官权，安心的做大夏的钱袋子，为国谋利。周家商会也是多少百姓民众的饭碗，为此舍人当值一拜。哇哦，原来老周你还是个人民企业家呀！世人都觉商贾低贱，都是重利奸诈，小友如何看待啊？杀人者为人，而非刀。好，哈哈哈哈！坤儿能有你教导，老夫也不算愧对他母亲了。老周不至于啊！来，这戒指赠与小友，日后这逆子小友尽管吩咐做事，若无事也可以抽2板子解解闷儿，抽起来可舒服了。要不小友先试试手感。不好了，江南爆发水患了，城里都传遍了苏爱大河决堤，但地方官员却一直隐瞒不报，直到水患灾害实在太大，瞒不住了。只为苏坛的倒操玩意儿！圣上震怒不说，京都内外受到影响，已经开始躁动起来了。江南水患，京都隔得这么远，怎么会躁动？水患来势汹汹，又酝酿多日，偏偏又雷及官员政事，我不好插手。苏琪，周家能否相信你？周公心系百姓，苏琪愿意效劳。老周这是？他去为赈灾扫除障碍了。周家上下你可能掌控。改组架构后，家族商会都如臂指使。好，立刻清点周家囤积的米面药材，要快。来得正好，桌上这份奏烧，你带入宫去。老大，你果然已经准备好了。面圣之前好好看看，首先要分区分流赈灾，分散设置临时安置点，绝不能让灾民大规模聚集。明白，不然灾粮救济不足的话，还会引发哗变。所以还要以工代赈，重建河堤。灾后必然缺粮缺药，要严控商下恶意囤积抬价。看来周鲲鹏那小子有的忙了。你也不能闲着，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大疫乱人心，极易有匪患。赈灾队伍不仅要有医管随行，还要有军武相护。防疫方案已经在奏书中，其他的你可以吗？明白，我会做好安排。另外，周家与我的连锁店临时凑了3万斗粮食，自愿捐献灾区，你一并上报了。天灾总办人祸，可别再有谁来闹事了。真是吓人！江南出了水患，京都的粮价都抬高了30%。哎呦，那还不赶快囤粮？这水患可真造孽呀！这水患来得真好，可谓天助我也。儿啊，家中营生不济，粮价还高了，这算哪门子好事儿啊？娘，你这是妇人之见，只要我出手治理好水患，圣上必然重新重视我，公主就能回到我身边，苏琪那贱人定然追悔莫及。对，二弟必然能凭此水患再度腾飞，这灾可要大些才好，这才能显出二弟的才干。哈哈哈哈！赶快套车，我要进宫面圣。翰林学士沈白轩，你可是有应对水患之策？回禀圣上，臣确有计策。哦，说来听听。臣认为水患滔天，无非钱粮不足，灾民分散，只需将灾民聚在一起，互不出钱，再开放周边的储备仓粮救济。但臣翻阅典籍，发现大灾过后民生危险，还可以鼓动大户放贷给灾民，待明年秋收再奉还。还有呢？没了。不过只要依策行事，水患自可消解。臣自请亲赴江南赈灾。霍侯何故来迟？不知今日朝会重要吗？回圣上，臣知是要商讨应对水患之策，但臣余路，故先去请教了一位高人。说说你有何策论？一发内烫
2行劝诫，3折草粮。赈灾粮若全由户部支出，筹措难度大，时间长，故应内当、太仓银各发15万两，直隶江南10万两，其余相邻行道各5万两，各方汇聚，如此便可无忧。不错不错，如此一来便不会出现压力集中在一方，导致救灾事宜迟滞。那何为行劝诫折草粮？斗数中提到，将灾民分而赈之后，重点便是恢复民生。光凭朝廷力有不竭，但也不能让民间自由放贷，否则必有大户贪官横征暴揽。所以，应当奖励捐粮捐银的大户，筹以官爵，建坊征治。受灾地本年的应刀粮米改为银钱，以减少灾地负担。好，朕观此奏书还详细安排了抑制粮价、药价以及灾后重建防疫细则，着实全面，就依此策安排赈灾。此外，周家与海底捞各连锁酒楼联合共捐赠3万担粮食，以及绿豆、白菜、荞麦等可快速收获的补充粮种。苏齐心怀苍生，果真不负朕。御史中丞，朕命你组织监察御史为赈灾使，带队前往江南。周清的儿子也该入仕了，朕提他为殿前承职郎，统筹赈灾所需钱粮药材转运，并控制稳定物价。那臣呢？臣也想为沈学士，你心思全在钻营营上，丝毫不懂民生实务，还是继续整理典籍吧。儿呀，你怎么了？这是？可是治水环计策有失。又是苏齐在作怪。那村妇处处与二弟作对，活生生断了二弟升官发财的门路啊！那又得了嘉奖，风头无两。看来得让她不得不重新嫁给我了。你就是赵二说的那个雇主，是个白面书生啊！低声些，不要暴露我。哼，此处偏僻，常年无人来往。放心吧，我们做的都是刀尖舔血的买卖，不用出人命，但也怕你们没那个胆子。哈哈哈哈哈哈！公子不必忧心，我手底下都是亡命江湖人，只要银票足够，自然是唯命是从。银钱管够，事成还有重赏。不知公子要我等做何事？给我绑个女人。海底捞酒楼的东家苏齐，听说这海底捞可是有定远侯撑腰，还有皇帝的牌匾。关键是不用伤他，只用辱他的清白，待他名声尽毁，再无立足之地，便只能依附于我。届时，我便可利用他东山再起。负心多是读书人啊！你说什么？你渣男要保我老大？属下一直监视沈家，看得真切。糟了，老大近日统筹物资，现在肯定还在酒楼。备马！你这是怎么了？监视沈家的暗卫回报，沈白轩今夜去城外买凶，要绑架你。果然如此。我已经让暗卫盯死那伙亡命徒了。你今晚就住酒楼里，我这就提兵去捉拿他们。别急，总是放着沈家来恶心人也不是个事。这次正好将计就计。这一次，我要彻底扳倒沈白轩。小娘子，和哥哥们走一遭吧。终于逃出来了，白狼等着，我这就来与你双宿双飞。本公主果然厉害，一路前行都不会有人发现。白狼真是勤奋，这么早就在用功了，我得给他个惊喜。你怎么搞的？怎么到我府上来了？还好我支走了下人。哎，状元爷勿怪，只是人已经抓到了，状元爷马上就要心想事成了。果真？那苏琪在何处？我送给白狼的玉佩，他不是说要永远珍视的吗？就在城外的庄子上，不知状元爷下一步要如何行事？好，太好了！待天一亮，你就褪去他的外衣，丢在大街上，让他名声尽毁。明白了，
状元爷放心，我等不会真碰他。不过日后他便只能是你手上的玩物了。哈哈哈哈哈！真动了也无妨，我只是想要他的生意和助理，反正一定要将他清白名声彻底毁掉。白狼这是要做什么？他怎会如此心肠歹毒？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公主，你怎么在这儿？苏琪，你果真在这儿？外面的看守呢？你来这里干嘛？那些人在睡觉，我偷偷潜进来救你的。你怎么会来救我？难道你也知道沈白轩的计划？我不知道，白狼他……先别说这些了，你快离开这里，这里危险。我不，我可是公主，谁敢动我？而且这其中一定有误会，白狼绝不会是那种恶毒之人。赶紧和我走！那个八字的，让你们看人，差点把人放跑了。大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白狼，你为何要害人啊？公主，你听我解释。公主不是绑的一个酒楼老板吗？哪来的公主？公主，你看，破坏我们成亲的苏琪就在这里了。只要解决掉他，就没有人能阻止我俩了。不行，白狼这是不对的。有什么不对？我只是想毁了他的名声，然后再出面接纳他做我的妾助，这样你嫁过来就不会有风言风语了。白狼，你当初在金明池救我，难道也是这样设计的？蠢了这么久，怎么现在聪明了？真麻烦。把他俩一起抓起来。计划的好好的，半路被杀出个公主来，都愣着干嘛？要是公主在这儿被绑的消息传出去，咱们都没活路。沈白轩，这可是公主，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你敢动她，她要少一根毫毛，在场的人都不用活了。他穿着一身内侍服，肯定是偷跑出来无人知晓。若是死在这儿，也不会有人查到。真是个蠢货！我随便说的要撕边，他就当真了。当初我先讨好那个东府小姐，先设计她落水，然后再救人，没想到这蠢货一次就上当。东府陈二小姐，那日就是她约我踏青，不过后来听说她投湖了，难道也是你？没错，他还以为我是要带他去私奔，不过我都搭上你了，他就没用了。但是他死之前也没浪费，我玩得很爽。可惜今天来不及了，先把公主杀了，不然我们都没活路。快跑！混蛋，废物，快起来给我追上去杀了他们，不然就完了！他骗我，他居然骗我！都什么时候了？我的绣剑都用完了，他们马上就会追过来！快起来和我走！怎么可以骗我？给我坚强点！区一个沈白修算什么？你可是公主，就算养100个面夫也没问题。为了这么个渣男人，哭哭啼啼的，福气都被你哭没了！快起来逃命！苏琪，你好帅啊！他了个子的！今天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把这2个小娘们玩腻了再杀！不行，直接杀了！日后我再给你骗些其他的贵女千金。沈白轩，你若动手，就再无退路了。想拖延时间？我告诉你，这里向来渺无人烟，不会有人来的。那不就得了？这小娘们伤了我，不能就这么让她轻易死了。这瓶千通散可以让人瘫痪不起，不能动弹，也不能言语。有这种东西，怎么早点拿出来？这可是老子压箱底的药。沈状元，你亲手把公主宰了，我就把这药给你，你还是可以控制苏琪。没错，凭着公主这蠢货以前对我的痴迷，我又掌控了苏琪，帝后还是会把公主府的财产给我，侯府和周家也会被我操控。
啊！老大，我来了！七姐，你们没事吧？哎呀，你的手！你们怎么来了？和云泽定的时辰还有一会儿啊。君记给我传信说公主不见了，以我对恋爱脑的了解，她99.99%是去找沈白虚了。算你这次聪明，不然我还真有点担心刚配置出来的黑火药失灵。哼，老大，我也出力了好吧？要不是周家的信息网，也不能这么快找到这地方。那我更有用啊！我不仅帮琪姐包扎了外表的伤口，还治愈安慰了琪姐受伤的心灵。那渣男的手我射的，那绑匪要逃我打下来的。莽夫，要不是带着人，我绝对比你更快，在他抽刀的时候就收拾了他。那要不咱俩比划比划啊？别理这些幼稚的男人，我们回去吃好吃的。好，回家。听大姨的话，以后长个脑子吧。我的爱情是场骗局，结果还被当上了大姨的情敌给救了。表哥，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那些爱情只有画节子里才有吗？那些画本子本来大都是那些穷酸书生为自己写的爽文，你个公主当现实了。改天让老大给你喂点细糠，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红楼一梦。行吧。孩儿愧对父皇母后疼爱，因为小情小爱势力丢分，还请父皇母后责罚，孩儿愿意承担责任。乖女儿终于长大了，不行，我得绷住。知错就好，不过还是要罚你禁足在宫中，好好陪你母后。是，孩儿马上就急逼，还想请父皇为我赐个封号。什么封号？静和。孩儿想以此宁静相和之意，时刻警醒自己。好孩子，你真是长大了，陪你母后说话吧，父皇还有点事。太好了，看样子这恋爱脑是彻底治好了。母后，若是孩儿养10个面试可以吗？你说什么？是苏琪，不，大姨建议的，我感觉挺好的，都是帅哥养眼。你大姨不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她原本说的还是100个呢，我觉得10个就够了，先试试，不够再加。琪姐，你都和他说了什么啊？哼，到底是什么情况？他对我皇儿干什么了？停！苏琪，你来说。沈白轩中了状元之后，便想勾搭上了东府陈家的陈二小姐，然后设计公主落水金明池，让公主对他倾心。事成后，陈二小姐无用，他便处理了。这次若不是云泽他们及时，公主恐怕也……混账！那是朕的皇儿！不光公主，我们琪姐也是被他买凶绑架，要毁掉他名节。就是，这沈白轩能当上状元，真是没道理。是民女拖累了公主，公主是知道沈白轩绑架民女后，为了救民女才深陷危机。好了，你不必为公主遮掩，若不是她，你也不会遭受这些劫难。公主乃皇室，若要处置此人，罪名还是不要与公主有关好了。是朕亏待你了，日后定然弥补回来。沈白轩身为朝臣，雇凶绑架良民，蓄意损毁女子名节，证据确凿，实在枉被君父期待，不堪人子愧对天地，数罪并罚。哈哈哈！这犯人好眼熟，总感觉在哪儿见过。哎呀，我想起来了，这不是新科状元沈白轩吗？怎么可能？状元御阶打马时我见过，那叫一个少年得势，气宇轩昂，就这人，这样子。你还别不信，前阵子这状元郎当街跪求前妻，我见过。那时便听说他为了娶公主要休妻呢。不得妄议，冒犯皇家威严。圣人谕令，沈白轩雇凶不轨，意图祸害良家女子为国，其人行径令人发指，辜负圣恩。证据确凿下，削去其状元功名，贬级为庶，永不录用。令本该补偿苦主的沈家半数家产，按苦主要求充作江南赈灾银资。自己个犯了国法，负了天恩，有什么好哭的？速速押出京都，流放北荒，永世不得归京。敢问天使，那苦主是何人啊？如此良善之人，我等必得好好铭记感谢啊！此人这段时间诸位都见过，便是海里捞酒楼的东家苏琪。我知道他，江南水患第一笔赈灾物资就是他与周家带头捐赠的，而且之后更是联合周家程之郎稳定了京都内外的粮价药价。乖乖，
这样的菩萨人物竟然会被人暗算，还好那厮没得逞。圣上不会亏待功臣，此时正嘉奖着呢。苏琪，你可知我为何要单独将你留下来？圣上希望我知道还是不知道？哈哈，话若是旁人说，那就是谄媚幸臣。可朕知你，于私，你救了公主，帮她洗脱了那个恋爱脑。于公，江南水患若没你计策，定然生乱，更别说之前的诗集和退北达计策。这份嘉奖是你应得的。圣上，我不明白。朕知你不恋权柄声势，但这个青莲县主之位，你必须拿着。虽然没有实意，但也没有强硬的职责要求，你大可凭此爵位立足京都，再无后顾之忧。如此，谢圣上隆恩。琪儿，婆母求求你救救白轩吧！他自作自受，我不想救也救不了。你个贱人村妇，都是你把我儿子害成这样的，你还我儿啊！来人，把他赶出去。若是再来纠缠，就去请京兆府官差。婆母错了，婆母当初不该这么选的呀。你们来了，恭喜老大彻底除去沈白轩这个祸患。君介，你怎么能出宫了？我是来探访新任青莲县主的，自然可以出宫。皇帝已经回许，日后只要隐藏好身份，就可以经常来找你了。也是因为江南赈灾期间，军纪在宫里替堂堂统御太医院医师，灾后的防疫工作开展得格外顺利。怎么说也是个医学圣手，加上琪姐给的防疫指南，那还不是手拿把掐？正好，汇报一下这段时间的赈灾情况。放心，明里有忠诚带着监察御史管控，暗里老周时刻盯着，一应钱粮药材都不会被贪没。而且皇帝有意透出是你给的治水策略，如今成效博主，百姓们都念着你的恩德呢。是啊，治灾成效太好，都没有什么匪患要解决，我就只能给大家买些茶点喽。不对，是我们。我可和你不一样，这些是我设计的新式成衣图册。这些衣服融合了现代剪裁风格，又遵守古代规制，有贵女款和较轻便的平民款。这个好看，我喜欢。有成衣了吗？还没，我打算开设连锁成衣铺，想先问问琪姐的意见。不错，这些图样都很棒。鲲鹏，你帮白糖。那必须，那些锦丝绸缎我现在基本摸清了，我出资，日后打通全国商行，全线铺货。淡定，大满贯天后都闯过了，穿越也活下来了，可是没有琪姐他们，我真的好心虚啊。你的成衣铺开业，我不会去。琪姐，你忙你的，让云泽、鲲鹏帮我镇镇场子就行。不，他们也都不会去。成西府只有你一个人负责。姐，我就会用前世记忆做点设计，单独开店，在这个时代我不行的。堂堂，我不能时刻在你们身边的。眼下云泽的军政能力越发提高，鲲鹏逐渐坐稳周家主位，军纪更不用说，后位稳固，私下还能泡在太医院研究医术。堂堂，你也得有在这个时代自己独立的资本，绝不能辜负琪姐的期望。东家，时辰差不多了。今日锦堂成衣坊正式开业。天哪，这也太奢侈了吧！竟然用如此纯净的琉璃水晶做门板，这哪是成衣坊，简直是个藏宝楼啊！大家放心，本店就是个普通的成衣坊，做这样的陈设，也只是想让路过的人能一眼看到店中服饰。还真是朴素又豪华的想法啊！但这些衣服都好漂亮啊，是从未在京都看到过的款式。这衣装的确新颖又漂亮，只是这价格不会太过昂贵。而且这些成衣大家买来买去，那岂不是人人都一样了？大家放心，关于价格，本店为回馈京都的父老，特别推出开业大促销。开业前3日，购置1套成衣即可成为锦堂白银会员，享8折优惠；购置5套升黄金会员，享6折特惠。黄金之上还有珍宝级会员，可享3折优惠，更能在店中留存挺台数据。锦堂每季将为您单独设计高定服装，独一份的款式，绝不撞衫。掌柜的，你们这店人也太多了吧？我家夫人小姐可都等着呢。还请客人谅解，实在是订单太多，绣娘们已经连夜赶工了。那就把那些贱民的单子退掉呗。我可是王侍郎家，一个小小的侍郎也想以权谋私。我可是定安伯爵府的，这后面2品大员的家眷都有，都在安心等待。你嚷什么？多谢贵客明礼，掌柜的若真是感谢，家族马力供货便是。我家小姐就差3套配货，就能成珍宝级会员了。我家夫人就差1件，若是错过开业这3日，可就只能靠其他珍宝会员推荐了。小店一定全力赶工。实不相瞒，各王府乃至宫里也早就递了订单。不过大家放心，
之后连锁店铺开办还会有机会的。七姐，你不是说不来吗？总归还是不放心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昨日守在这里到闭店才走。这你都知道啊？这些都是云泽安排保护店铺的暗卫，还有军纪也私下给各王府勋贵发信推荐过。还以为七姐你会生气呢。我气什么？咱们都是一家人，虽说要让堂堂独立，但家人托举一下怎么了？我就知道姐护犊子，不过堂堂也确实争气。若是没有他的那些设计，我们即便托举再多，营销再好，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在京都爆火。准备着开连锁店吧。江南刚受灾，不合时宜，但山河洋域两地可以先把路子跑起来了。你是定远侯府的？侯爷让属下传讯，北达使者进京了。北达使臣觐见。奉大汗之命，特此觐见夏朝皇帝。北谍使臣，你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北夺愿臣服夏朝，为表诚意，大汗特命彩团携战马100匹，皮毛若干进贡，替朕向拖野汗王致谢。若真要感谢，不如答应达达一个请求，若能成，达达愿意永臣于夏。什么要求？将静和公主嫁给我们大汗，并陪嫁北京边城10座。我说夏皇啊，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你们到底答不答应和亲啊？放肆！敢对圣上不敬！切！你们大夏的武将也就嘴上功夫厉害，打起仗来，我达达的儿郎一个便抵你们10个。实话告诉你们，夏朝文弱，尔等军事也都不堪一击，静和公主就是个换取和平的筹码。达达的儿郎们定将挥师南下秦隆。江南水患刚平，国库空虚尚未恢复，哪有钱粮去打仗啊？有也无用。之前霍侯能打退北夺，只是机缘好遇导致孤军，其他时候大夏军队只有固守城池的能力。事急，还是答应和亲好了。不过10座边境残破小城，换来整个北京和平，惠而不费呀。静和虽然是个恋爱岛，但用女人和亲换取和平，这太恶心了。诸位爱卿，可有什么办法呀？圣上，北达辱我大夏太甚，臣请命出战。臣也请命。定远侯能赢1次，就还能再赢。痴人说梦，不过用阴谋诡计偷袭得逞1次，就真当你们能比得过我们长生天的雄鹰了吗？够了，传静和。圣上，你真要答应不成？公主受万民供养，这正是以身汇报百姓的时候啊！放屁！公主金枝玉贵，怎么能委屈远嫁北夺？达达大汗托婚整合诸部，那也是一方人杰，公主能嫁过去也是福气。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孩儿愿意和亲。静和，你说什么？孩儿作为大夏公主，理应为大夏子民考量，愿意和亲北卓，换取和平。圣上，青莲县主求见。太好了，七姐来了。这是何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子民无分男女老幼，国土无分富饶贫瘠，皆应由大夏庇护。静和公主乃是皇室金枝玉叶，是大夏唯一的公主，绝非交易求和的筹码，断然不会送去北蝶和亲。便是有人相用公主换取苟安，但大夏子民绝不答应。大国不可苟安，大民不可受辱。县主说的对，我等绝不答应。我知道，不过靠着捐钱赈灾换来个县主之位，但本质上也不过是个商贾妇人。看来北蝶对我大夏内事十分关心啊。哼，我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只知钻经商贾的妇人也能在望夷两国边境大事了。你们这些夏朝的男人都死绝了吗？请继续。一个女子就该在家里做针线，好好的伺候男人，然后生儿子传宗接代。那确实，我们大夏思想开明，文化进步，不想草原上的野兽，只知繁衍后代，欺凌弱小妇孺。你大夏有礼有仪，男女皆可撑起半边天。昔日镇国长公主武征漠北，追着你们达巴诸部杀的过往，你们忘了？混账！混账骂谁？混账骂你！哦，原来是混账骂我啊！好你个牙尖嘴硬的妇人，
我不与你做口舌之争。难道夏皇就让这商贾妇人在这里胡言乱语，扰乱两国邦交吗？放屁！原来这新定远侯就是个黄口小儿。哼，那你们怎么前段时间还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那次是你运气好，那我的运气还会再好下去的。毕竟我还年轻，可你怕是再过几年就要老死了吧？又是个牙尖嘴利的，和这不懂军政的妇人一般模样。我齐姐的筹谋远胜你们北达1000万倍，你可小心别把自己气死了。夏皇，若你任凭这妇人如此羞辱鞑靼，我们必将挥师南下，洗刷屈辱。急什么？让我齐姐稍稍展示一下才华，绝不算侮辱你们。北达狼骑看似强悍，其后勤供应却是一塌糊涂。北达中部族分裂，甚至彼此为战，粮草都供给不足。上次北达就是如此被打退。其次，拓欢虽然整合诸部，但只是勉强把一团散沙捏在一起，底下的那些可行个个心怀鬼胎。此次只是借着和亲割地试探大夏虚实。那你有何对策？稍后到御书房来。回圣上，就在这说也无妨。一，边境加固城防，沿用上次坚壁清野、分化离间之计。这我熟悉。上次打他们，那些北达骑兵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俘虏之后，在我军中还消耗了我不少粮草。霍侯俘获太多人，还有着烦恼啊！下次可得带上末将，分润些战功。好说好说，就看北达他们识相否了。其二，即刻中断两国的民间贸易，大夏的茶叶、香料、丝绸、铁器均封锁起来，扼住北达咽喉。是急，北达草原地广人稀，不易耕种，物资匮乏，历来都是靠与大夏通商才能供应上需求。哎呀，听说北蝶人最爱喝奶茶，北蝶贵族更是痴迷绫罗绸缎，断了通商可就没这般享受了。使者，你说这可怎么办啊？其三，扶持北达内部的弱小部族，制衡脱墨大汗主力。如此不过半年，北达必定内乱，大夏不必开战，无论是谁主宰北达，都会主动求谋，完全不必牺牲公主远嫁。青莲县主一介妇人，议论朝政也就罢了，竟然还当面将应对之策说与他国使者，是不是疯了？他们知道也无妨，因为这是阳谋。北达对大夏物资的需求也是事实，那些弱小的部族不会拒绝大夏的扶持更是事实。这妇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北达近况？非是我找茬，但此乃军国大事，敢问县主怎么会知道如此多的北达内情？莫不是奸细？我家酒楼开门做生意，客人南来北往，有时吃高兴了，喝开心了，就会聊些八卦，偶然间就听了一耳朵。县主慧智兰心，能于琐碎日常提炼出如此信息，在下佩服。这苏琪当真不简单，县主之位给的值。你们听一妇人胡言乱语，即便他说的是真的，我们也绝不会坐以待毙。到时狼骑南下，看你们如何抵挡。你可以试试。将军们听到了吗？北达要给咱们送军功了，大家有信心能封其因子吗？若是拿着如此计策都不能胜，我便提头来见。我说北大人，你们可千万别怂啊！不过到时候我可没有多的粮草给你们，只会尽数灭杀。听说大夏皇帝素来爱民，大国之间妄动刀兵，对双方也都不利，只会便宜了西戎、东夷这些同样虎视眈眈的存在。哼，果然这些寡脸鲜耻的，只有在打不赢的时候才爱好和平。那你想如何？不如两国之间做场比试，分文士与武士，但你能代表夏朝。他能。此次事宜均由青莲县主做主，以玉佩为证。谢圣上。既如此，若你们落败，便答应和亲，并陪嫁城池；但若鞑靼落败，便以国书纳首称臣，收回所有要求，并且10年内不得自扰边境。你又有何资格代表鞑靼？我乃鞑靼大皇子先欢，是父汗的继承人，你可敢接下比试？这文士的是诗词策论，我等尚有底气，可武士未必能取胜啊。若依照县主计策，我等定然不怕北达军事，可要是较场比试，怕也是难啊。如此，我应。好，那若我赢了，你也得陪嫁。不行，我不答应。好，我答应。七姐，你怎么答应这个？他们又赢不了。那3日之后，两国于教场比试，百官使团一同观赛。圣上
臣钻研儒学典籍一生，还请首战。臣也对儒学研究颇深，定能。臣愿力壮，若不能取胜，便斩我头颅。不对劲，北达文华向来孱弱，怎么这么淡定？夏皇陛下，我知道北达的诗词科艺不如大夏人，更别说那些经史学说，所以没打算与你们比这些。那你们想如何？前些日子我认识了些东夷人，他们教我学会了鹤龟算。鹤龟算，这是什么东西？听着像占卜算命。琪姐，你知道吗？没那么复杂，就是类似鸡兔同笼的简单数学。姐，你看我行不？你都装了这么多次了，这次让我来装。东夷的小把戏就不劳烦大儒们出手了，我来即可。程之郎，你可以吗？回圣上，这鹤龟算不过是简单的数学，我周家行商最重要的就是算账本领，所以还请圣上恩准。好，那你就去吧。听说你是大夏皇商周家的儿子，又是一个低贱的商贾。提醒你一下，与北达通商的商队大多是我周家商会的哦。那又如何？敢如此托大来应对我这鹤龟算，就等输吧。乖侄子，叔会让着你的。少说废话了，快开始比吧。你先解我词题。你笑什么？没什么，就是这题太熟悉了。答案是126。哎呀，太草率了啊！这么快怎么可能对呢？怎么可能？难道你提前知道答案了？一个简单的1元2道方程，我口算一下就出来了。你说什么呢？我说，叔给你这道题升个维度，2元3次方程，解去吧你。可以可以，这装的风范有我几分真传了。你等着，今晚必须让你叫爹。看来这局我大夏胜了。好，周家小子，没给你父亲那个老滑头丢脸，幸不辱命。急着庆祝什么啊？还没完呢。我们比第二场，还是文士，我们比学语言。这人来自远方，我们就跟他学语言，看谁能学得更好。贼子，这人是你们带来的，肯定早就学过了，这根本不公平。那又如何？若是你们不敢同意，那就认输好了。圣上，这同不同意都比不过啊，这局怕是输定了。我常年飞国外参加电影节，语言天赋都点满，别说英语了，我早精通了。这北达人还真会找啊，全部正中下怀。圣上，臣愿去一试。你林元正，你不是出宫开店了吗？难道？行，那你去吧。Hello, nice to meet you. It's great that you can speak English. It reminds me of my hometown. 你和他在说什么？他和我说你不举，来吧，你先学。哀慕贤欢，依次搜害皮赛 you。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还是我教教你吧。I live not in myself, but I become portion of that around me. And to me, high mountains are a feeling, but the hum of human cities, grossness. 他印了，他的英语甚至比我还要标准。你怎么回事？我们说好的，他递那个寿使让我无比想念加强。打蛋人，我咬会甲。北达怕是跑马也不能送你回去，但大夏可以安排海船送你回家。圣上，咱们大夏又胜了。没想到林元正不仅是个天才医女，还精通语言啊！都是琪姐教我的啦。不管如何，你替大夏争光，朕定要好好奖赏你。得意什么？还有武士呢？狗叫什么呢？小爷就等着武士呢。黄伯伯，你等着这一场，我来拿下。他是夏朝定远侯，多少儿郎死在他手中，给我撕碎他！武士就比角斗摔跤，一次定胜负。下人，你们敢不敢接？可恶啊！这武士果然还是不行嘛！那北狄人看着就比霍侯飘半不少啊！圣上，还是让侯爷下场吧，不能因小失大呀。我们文策已然大获全胜，虽未完全赢得比试，但也已经全了大国颜面啊！圣上，既已至此，不战何为？云则他定不负大夏。好，朕允了，一战定胜负，让夏朝的软角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武士，给我撕碎他！我们要相信云泽，他可不是一般莽夫，他是格斗拳皇。快给我打回去，不然我就把你全家都杀了！这拳有些力气，好久没打得这么畅快了。再来！不好！漂亮！快起来，你个废物！快起来给我打！霍侯威武，大夏万年！好孩子，好孩子啊！算你小子厉害。
军纪给我把脉没问题，堂堂你这是不会给我把出喜脉来吧？就你嘴贫。行了，没问题。这莽夫还是这么生龙活虎的。黄伯伯，此胜献给大夏。云泽，你没给皇室丢脸，朕要进你公爵，你们也都重重有赏。怎么可能？我们怎么会输？北达人，你们输了，还不履行诺言？不，我们没输，这比试我们不认，你们又能奈我何？无所谓，便是北达真的发动战争，即便西戎、东夷、南蛮也四方来袭，但我大夏也绝不畏惧。大夏人从来不缺勇气，纵使举世皆敌，但也从未放弃。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会在逆境中发芽，待到以后加倍奉还，那便不只是这一代的仇恨。你们真要与大夏不死不休的作对吗？我答应律约。依照之前的赌约，朕本可不用答应你们任何一条要求，但是外臣没有任何要求，但凭圣上决裁。青莲县主为两国定下了通商新规，只要你们遵守刚刚签订的10年互不侵犯盟约，便可以在边境划定稳固的边关集市，以此互市，促进两国来往。谢圣上隆恩。苏琪果然没说错，只有国家利益才能换来真正安定。但10年之后，寇可往，我亦可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静和公主，你这是？大姨，我是来感谢你的。啊？你叫我什么？哎呀，车上的珍宝都是感谢大姨救了我，我不用远赴北夺和亲。这与你关系不大，是不是你也不可能和亲？我不管，本公主送你的，我要吃火锅。我没看错吧？这是什么情况？母后、小姨，你们来了！大姨，这个火锅也太好吃了！我这是发烧了，这还是那个恋爱脑公主吗？她恋爱脑治好后，还是挺沉稳懂事的。别说，这15岁的小少女还是挺天真可爱的。怪不得你以前这么宠爱她。那确实，你说这小玩意儿到底咋研究出来的呢？当着母后的面，我要再向大姨道个歉。你先起来，好好说。以往都是我猪油蒙心，被那渣男蒙骗。大姨不仅不计前嫌，还挺身而出，免去我远嫁和亲的命运，保全我一生平安。静和感激不尽，日后必定回报。你这话说的，像是要给我养老一样。大姨不老啊，不过就算以后大姨真老了，我也定然是要给大姨养老的，就不给你母后养老了。还有你小姨呢，那我就多养几个男宠，以后给长辈们养老。边关护市良好，北境大为安定。好，好啊！不错，这批货安排出海，今年商会利润绝对翻番。扬州分店的货呢？又被抢光了！今日谁来给本宫献舞呀？是奴婢。接着奏乐，接着舞。这批不行啊，穿的太多了，给本公主脱。产业人脉太多，盘点起来也是件难事啊。钱是赚不够的，够用就行，得休息休息了。周家商行通往四海，餐饮成衣实业也成了气候。下一步，朝堂里皇帝信任，军中云泽兵权稳固，宫里的军界白堂校筑也无需担忧。民间百姓因为江南水患以及手上产业产生的工作岗位，也都是敬重民心，安定舒服。老大，你日后有什么打算啊？此后余生，我不求高官厚禄，只想守着你们几人。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发展一些实业，改善农具医方，造福大夏百姓。
安稳自在的过完此生。那可说好了，以后也要风雨同舟，永不分离。日后我们也要永远在一起。只要和你们在一起，我就都可以。那俺也一样。不管前世今生，我们彼此相守，日后前路坦荡。